大家好，我是蔡康永。本期的主题叫做"别人笑我太疯癫"，可是依据我看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就挺疯癫的。他们呢找我这个主持人来当组长，然后呢让一个喜剧演员当主持人，然后呢让一个相声演员来点评脱口秀，让一个经纪人跑来当艺人，最后他们竟然还请了吴镇宇，一个真正疯癫的人。等一下，他们还让我坐在吴镇宇的旁边。我今天需要的不是说话之道，我需要的是求生之道。我以前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康熙来了》。康跟熙呢，就是从我的名字跟我的搭档徐熙娣的名字各取了一个字，拼起来就变成了康熙。康熙来了做了12年之后呢，我们把它给停掉了。当时很多人就哀嚎说："哎呀，康熙是我们下饭的节目啊，你们把康熙停掉了，我们以后拿什么下饭呢？拿什么下饭？拿榨菜。"其实当然我理解，疯癫其实就是压力太大，崩溃了。像我的搭档小 S， 他有一大家子的人，所以他值得崩溃的点就很多，所以他就把酒当成了好朋友。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陪他一起主持《康熙来了》，不是我，而是一瓶酒，他一定会更开心。有的时候半夜，小 S 稍微喝多了一点，他就会给我发很长的语音，最高纪录一个晚上发了连续50多条长语音。而我作为他的好朋友，我当然是一条都不听。我很高兴他有了情绪能够宣泄，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虽然自己不听，可是我还是鼓励他要多发，多发给别人听。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都发了呀，可是别人听了以后，第2天他们都笑我。康永哥，只有你最好了，你都不会笑我，你守口如瓶，你装得好像你一条都没有听过的样子。"所以呢，我就在想说，这几年啊，我们大家精神状态其实都不是很稳定。前一段时间呢，出现了一本畅销书，书名叫做《老公你怎么还不去死》。这书名当然是很惊悚啊，可是内容无非就只是一些太太在吐槽他们老公讨厌的行为而已。小 S 有一次就叫我推荐一些书给她，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我就终于把这本《老公你为什么还不去死》送给了她。结果小 S 就大骂我说："蔡康永，你还算是个人吗？"他接着说："这么好的书，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推荐给我呢？你到底在犹豫些什么？"我犹豫什么吗？我很担心他一看到书名就来问我具体要怎么操作。我们崩溃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我们拒绝不了别人。像我不免有的时候也觉得拒绝别人很为难，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些沟通的技巧。比方说，有的人对我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要我帮忙，这时候我就会说："哎，请您稍等一下，我要先跟我肩膀上的鸟商量一下。请问这个忙你要帮他吗？你觉得这个人值得帮吗？"这时候对方就困惑了，他说："康永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帮不帮我忙，还要你肩膀上这只鸟点头答应吗？"我说："对啊，因为你讲的这个事情啊，关我鸟事。"世界上还有不少人是可以把我们逼到崩溃快要发疯，可是我们又不能够拒绝他们。比方说我们的老板，我在书里面提过一个办法给大家参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比较不要痛恨这些可怕的人。这个方法呢，叫做为对方办葬礼。然后你就想象，对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那位，你稍微克制一下你的笑容好吗？好，既然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当然就会有个葬礼嘛，对吧？然后呢，我们受邀到这个葬礼上，
去为这个人讲一段话。当你在想着你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你忽然就会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可恨了。你想着想着，你不仅不再恨他，你甚至还想起了他的好，你甚至还很想要给他鞠躬，鞠躬，3鞠躬。您走好。我觉得有压力就应该要发泄出来，疯癫总是比隐忍要好，所以有疯就要发。你要跟谁发疯呢？你多跟你身边的好朋友发疯，不然朋友是拿来干什么的？作为你的好朋友，他一定会守口如瓶，他一定不会把你的事拿到节目上面去乱讲的。好，谢谢大家，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潇。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爱看我们节目。那作为一个前女团成员，我感觉脱口秀跟男团女团一样，更新换代的太快了。每年都有一波新人冒出来，在这个舞台上啊，付航已经老了，房主任正年轻啊。其实我出道也时间非常长了，9年了。马上10年了，但我也才27岁啊。还是一样美。谢谢。我15岁就去海外当练习生了啊。练习生生活挺辛苦的，但我很要强。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呢，都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旁边还有人盯着。我不知道他是会中文还是只会思密达。打电话只说场面话，都不敢讲太私密的。这也就是当年，要放到现在，我妈每周接到一通境外来电，电话那头我跟她说，我过得挺好的，不说了，我旁边有人，我妈都得怀疑，不是要成团吗？怎么成团伙了？那有段时间呢，我也是会有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也不敢跟我妈妈说，结果我老板杜华姐就告诉我妈了，所以我现在就把杜华姐的微信备注改成了杜比音响。从此之后，我妈妈了解我的方式就是问：小杜，陈潇最近怎么样啊？我听说其实很多喜剧演员也有就是很多情绪上的困扰，内心也是非常敏感脆弱的。但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有情绪都不敢直接表达，你们敢直接上台告诉全世界啊。后来我也意识到了，告诉杜华姐就是告诉全世界。但确实有些事情让我妈妈知道了，她只会更担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左腿骨折了，然后我坐着轮椅去面试的中餐厅，他们都说你这样还去啥中餐厅啊？你该去的是中医院。然后都劝我，你就剩一条好腿了，现在得好好休息。我说剩一条好腿了，我才要努力搞事业，万一要是站起来了，谁见了不得说独立女性？以前我们都是10几岁就去当练习生，然后要出道。那会儿对女团的要求就是青春靓丽，要年轻。总有人制造焦虑，说年龄到了就没有人想看你了。结果发现现在最火的女团是浪姐。我还是练早了。大家说爱豆不能早恋，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出道之后呢，很多人会对你的外貌指指点点。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胖，然后我就减肥，好不容易瘦下来了，别人又说啊，以前那种身材多好啊。我心想，娱乐行业班味儿怎么也这么重啊，喜欢让人改回第一版。
从那之后，我就意识到了，我永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我不应该身材焦虑，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就少吃点管住嘴。该管住嘴的人是他们。哪怕我有段时间疯狂健身、锻炼，维持最好的状态，还是会有很多营销号出来黑我。我感觉他们看我都是戴着墨镜看的。但是现在我看开了，我去户外运动也不涂防晒了，先学会自己黑自己。我的团队说晒黑了怎么办呀？我说没关系，也会有营销号把我从黑的说成白的。我觉得舞台上演员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只有唯一解。像脱口秀演员就是高矮胖瘦都可以，这里审美是多元的。你看刘仁成多元啊！最后希望各位演员比赛都加油，能走到半决赛肯定都是很厉害的脱口秀练习生了。赢了当然是好事，输了也没关系，毕竟比赛也不是唯一的解。谢谢大家，我是程潇。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丹。很开心能够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那这个赛季呢是主题赛。一上来呢，导演说给我介绍一下主题赛段的2个主题，一个呢叫别人笑我太疯癫，一个叫不上班你养我啊。问你需要手卡吗？我说不用。这都专业主持人了，这还能记不住吗？一集是不上班你太疯癫，一集是别人你养我啊。好，我其实知道这一期的主题呢是不上班你养我啊。那我呢确实离不开工作。之前呢我跟周先生就参加那个婚恋的综艺，原本呢是周先生不太想去，但是呢他说还是参加吧，你身上没有光了，这个不行。然后呢我们俩就高高兴兴的上了节目，还喜提了热搜。周一围不善表达，朱丹不善传达。这回好了，我身上是有光了，脸上没光了。节目播出之后呢，网友还编段子，说如果周先生说我可爱的像只小笨猪，我就会说我老公说我笨得像只猪。我也担心这会不会困扰到周先生，那我是不是出来澄清一下？他说大家开心就好，你不用出来说什么。你们都听到了啊，他不让我出来说话，我一个字都没改，对吧？我知道呢，因为我的转述，很多人误会了周先生，也都怪我。明着秀恩爱吧，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想委婉的秀，不用太直接，稍微有内涵一点。没想到透过屏幕就成了内涵我老公。不过呢，这个恩爱也算秀成了，不然以我说的那些话，他要是不爱我，早告我了。周先生，我爱你哟。真的很感谢周先生，因为演员是不愿意过多在镜头前暴露自己的，但是呢，他为了我却愿意上这个类型的真人秀。试问天底下还能有第2个人能够让他这样吗？有，张颂文。张颂文一叫他就去人家那节目了，我夹在他们俩中间就像个电灯泡一样，那一刻我身上真的有光了。今年呢，我工作上最大的突破呢，就是参加了浪姐。因为呢，在节目当中有一些环节做了串场的工作，那很多人呢就夸我主持能力强。这话是不是有点奇怪？我参加了一个唱跳节目，然后呢，居然被人夸是个优秀的主持人，这倒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路。只要我不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我就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所以今天呢，当我得知我是来当嘉宾的，我就知道今天我能够好好的主持一下了。其实呢，去浪姐挑战挺大的，毕竟呢我是零基础，我不会唱跳，我只会记歌词。不过呢，我也没那么高的预期，就是想说突破一下。那在那里呢，姐姐们还经常鼓励我说，我有希望能够成为唱跳大神。回家之后呢，我就跟我老公说，他们说我跳大神。周先生说了，哎呀，你我是了解的，你应该是转述有问题。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就跟姐姐们说，我老公说你们有问题。
虽然很难啊，但是我真的还是坚持了下来。身为女性，虽然做妻子、做妈妈也让我感到很幸福，但我还是很热爱我的工作。因为工作的时候，我才是作为朱丹被大家看到。因为之前叫错了名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敢出来工作，我不敢主持。但是今天我来到了现场，我觉得我之前有点多虑了。主持人的工作，哪怕主持人不敢，也有的是人敢。其实网友们说的那些梗呢，我一开始确实还有点介意，但是太多了，心态也变了，也还觉得挺好玩的。我是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是当我再次拿起话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在发光。希望你们也同样觉得。谢谢大家，我是朱丹。Hello， 大家好，我是万妮塔。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听说今年有一个很猛的新人叫嘻哈，说今年嘻哈很厉害，我还想客套一下，我说，也就那样吧，就还行。啊，实在不好意思，嘻哈老师，我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我绝对会帮你向外面说，今年所有的脱口秀演员都干不过嘻哈。话说大家有看隔壁的节目吗？没有。对，新说唱2025。我当上导师了。但其实我第一次做导师席是大概5年前，新说唱彩排的时候，我偷偷坐过亮颖姐的椅子。我告诉我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位置。如果做不到，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还好成了导师，家里人也非常的高兴。今年母亲节，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水晶的吊坠，本来想买项链的，但作为导师，不能因为我们2个很熟就把项链给她。现在大家都叫我说唱武则天。其实是我之前为了押韵写的一个歌词 ，My flow 游离在你骨骼间，我是中文说唱武则天。没想到说话这么灵，还好当时没有乱押韵，随便押韵会产生 problem。但凡我写成说学逗唱赛于谦，今天现场咱辈分就乱了。见到岳云鹏老师，我说来了哥，他说是的，大爷。冒犯了岳老师？没有没有。毕竟咱们今天的主题，这场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其实我只是在台上比较有攻击性，我台下呢为人和善，很讲礼貌，老娘素质超高。我不是那种会当面呛人的 rapper， 我嘴比较笨，别人如果惹我的话，我一般当下都不反驳，然后回去写一篇小作文。我做人就是这个样子，能动手绝对不会动口，因为不写出来的话我会憋死。我可以跟这个人有过节，但我不可以乳腺结节。那虽然我有一些点评的经验，但今天过来我还是非常忐忑的，因为点评脱口秀并不是我的专业。但导演说没关系，其他几个也不专业。专业的都在舞台上比赛。总有人说我们说唱比赛 battle 起来是非常狠的，火药味很重。那我看你们脱口秀才狠吧？你们选手 PK 起来也有点真的没人性，年轻的也打，上学的也打，老的也打，残疾的也打。听到你们有复活，我都害怕打这么狠啊！今年当导师，我很想好好的帮选手，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起初我刚刚开始玩说唱的时候，天天在家里鬼吼鬼叫，我家里人
就让我出去。他们不懂说唱，但知道这个东西属于街头。那个时候只有我妈妈支持我。我小时候家里的条件并不是非常好，那我说我想学画画，我妈妈就借钱让我去学。我说我想读大学，我妈又多打了几份工。后来我说我想搞说唱，我妈沉默了。她说你搞说唱读什么大学？开玩笑啊，一句玩笑话。其实现在的 rapper 学历都挺高的，但我妈妈当时不理解，她说还能再供我2年。就是那一年，我写出了《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对，就是这首歌。火了之后，我看我妈天天在家里唱这首歌，我非常开心，因为那些年全靠我妈妈的托举，我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愿意给她所有，除了项链。但我觉得无论是说唱还是脱口秀，最重要的是还是自我的表达，表达出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果像我这种不是很会说的，那就说唱出来。那么这里希望大家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大就想个办法。With my squad， 长城称霸就是叫你怕炮狂烂炸，Yeah baby。谢谢大家，我是万妮达。我叫岳云鹏，谢谢。哎呀，说脱口秀，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涉足这个脱口秀，其实第一次讲脱口秀，心里很抗拒，很害怕，就怕讲不好，大家不笑怎么办？万一大林回去跟他爸说一声，后果不堪设想。各位，后来我一想，还好。还好，大林跟他爸走动的少。这2年不光是我们单位来了好几个，来到这个舞台上，像这个大林、阎鹤祥，去年的朱鹤松，今年我徒弟尚小菊也来了。虽然成绩不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很多人都来到这个舞台上，其实还不够。喜丹这个舞台多好。我师傅最好也努力，来到这个舞台上，争取去到香港，去见见周星驰。谁不想见喜剧之王啊？周星驰也想见喜剧之王啊。能让我来这儿啊？特别好，我很高兴。这个节目我看了，这个舞台上出了好几个人物啊，付航老师，哎呦，小付，付航老师啊，这个当过保安，南瓜送过外卖，我比他们这个起点稍微要高一点。20年前，在我18、19岁的时候，就有100来人吃饭指着我，真的，必须指着我，服务员点菜。后来经过一位老先生介绍，说让我去德云社学相声，那我就去吧，不能驳人家面子。我第一次去德云社的时候特别的冷清，我一进门发现台上2个演员，台下1个观众。好死不死，我坐在了那个观众的旁边，那观众看见我，两眼放光。你来了，你帮我听一会儿，我上个厕所。我心想，这还不让上厕所吗？那我就听呗，就坐那儿听。我越听越没意思，越听越没意思，我就要走，扭头要走，我师傅把我拦住了。孩子啊，留下吧，留下吧。我说老师，您这儿也不缺演员呐，我们这儿缺观众啊，你留下吧。哎，那我就留下吧，反正我也想学一门手艺。刚开始的时候，咱也说不了相声，也没有什么经验，我就在后台啊负责给他们点菜。回到了我老本行，老本行。我白天呢给他们端茶倒水，晚上伺候大林，这就是我的工作。
那会儿他们都不喊我岳哥，喊我岳嫂。哎呀，我们公司后来就发展的很好，飞黄腾达，也赚钱了。很多老员工呢都有这个股份，我就找我师傅去了。我说师傅，你看人家都有股份，我当月嫂也好几年了，对吧？上台也好几年了，我我师傅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孩子，我能亏待你吗？我待你就像我亲儿子一样。我明白了，没有，是不是没有？有。你有是吗？因为我是真亲儿子呀。谢谢，行吧，一步步走到今天，我觉得很幸运，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很幸运，出演了一部电视剧叫《长安的荔枝》，大伙儿看了吗？我在里面演了一个左右逢源的一个陪酒侍郎，就像一个狗腿子，底下有评论说本色出演，其实不是。各位，我生活中不是那样的人，真的。在我们后台，我师傅，比如说我师傅咳嗽一声，好多师兄弟们，哟，师傅您怎么了？不舒服吗？我去给您买药，您休息一会儿。我做不到，真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让我师傅咳嗽。但是这个角色呢，也有符合我本色的这个部分。角色刚开始呢，设定的是一个大帅哥，真的，我开始也很担心，我说导演这个大帅哥我能演吗？我行吗？导演说实不相瞒，岳岳，这个角色是按照易烊千玺来设定的，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故事背景在唐朝，各位，唐朝以胖为美，在唐朝我就是千玺。最近呢，又有一个新计划，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我要开演唱会了。消息一公布呢，网上骂声一片，骂得非常难听，难听到比我那次上春晚还难听。我的朋友说：“岳云鹏有歌吗？五环之歌唱一宿吗？”特别是这个票价一公布，很多人坐不住了。我说相声最高票价是1600，演唱会最高票价1500，票价一公布，孙越第一个给我发的信息，写的是岳云鹏，我就值100吗？行吧，开演唱会这件事呢，2年前我都不敢想，但是我实现了。不过呢，我也不会骄傲。接下来我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拿到影帝。人总要有梦想，因为我那个书柜呢，有一格是留给金鸡奖的，可以吧？有这个梦想可以吧？可以。还有一格留给百花奖，还有一格留给奥斯卡奖。我那个书柜就没有装过书，我就等着装杯呢。这期的主题呢是这个世界谁懂？没人懂，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各位选手要充满信心。当你们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要告诉自己，岳云鹏都能开演唱会了，我拿个冠军算什么？谢谢大家，我是岳云鹏，谢谢。我是侯佩岑。谢谢节目组邀请我，这个节目从第1季我就看了，超喜欢付航的，他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去年侯哥火了，今年换侯姐了，谢谢。今年呢，我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都说我情商高，爱客套。可是我真的没有，我今天来到这里是非常非常的真诚，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很喜欢这些选手，也非常喜欢周星驰先生。以上3句有2句是客套的，你们猜是哪2句？今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们在户外录制嘛，所以我们都会到，比如说各个地方海滩啊、高山啊。我曾经在昆仑山上唱歌。
海拔好高哦，高到比我的情商都高。然后我跟这个罗雨彤姐姐还有一个舞台，我们就在昆仑山的山顶上开车，很潇洒，对不对？大家还管我叫昆仑山车神。但是为了画面好看，让我要保持匀速20迈，20迈耶，那个陡坡溜车都不止20迈。但导演跟我讲，他想要拍出一种末路狂花的感觉。我想说什么狂花开20迈啊？感觉这种狂花就是在末路上会等红绿灯，这也太礼貌了吧！不愧是我侯佩岑。参加这些节目真的给我收获很多，尤其是姐姐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我们互相托举，也有很多的力量。像我的好姐妹管乐，她不仅托举了我，她也在拉票的环节把我抡了起来。女性的确是非常有力量，特别是上肢力量。像我长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在宿舍里面过集体的生活。那宿舍的生活非常开心，跟姐妹们一聊就会聊到很晚。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这个排练，我们都有给自己约法3章：1、12点以后不要聊天；2、1点之后不要聊天；3、3点了最多聊到4点。你看吧，中年人真的较少。参加节目之前，我其实有很多的顾虑。好在我家里人对我很支持，我的2个孩子也会看我的节目，就学着节目里面的姐姐叫我姐姐。他们还会帮我编舞，在地上翻了2个前滚翻，跳起来说：“妈妈，你能跳这个吗？”我一直很难拒绝别人，但好在孩子不是别人。我跟他们说，这个妈妈的确是做不来，女性可以托举，但尽量不要翻滚。40加的妈妈有再出发的勇气，但是40加的妈妈也有一些腰肌劳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会下降，但是我们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可能性。我录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而且我还获得到一个幽默大师的称号。这个称号我就真的受之有愧了，因为在我的心里，幽默大师的门槛很高的，比如说郭德纲老师、周星驰老师，还有马东先生。这里面有2位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你们猜谁不是？你好，郭麒麟，听说你认识郭德纲老师，对不对？还凑合啊。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刚刚那件事情告诉他，让他可以安慰一下马东？对，你告诉他，他不是。最后，今天作为气氛组，也请各位选手相信我的礼貌。我不仅可以没苦硬吃，我也可以没梗硬笑。我都47岁了，还可以乘风破浪，大家也别怂。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突破自己。发挥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相信自己，你们一定都可以活到47岁的。加油！感谢大家，我是祝福大家长命百岁的侯姐侯佩岑。大家好，我是虞书欣。大家好，我是虞书欣。大家好，我是虞书欣。终于来到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了，我非常的紧张。刚才演员们的舞蹈我看了，很幽默，但是呢，都把我跳内疚了。4年了，也没有一些新的音乐代表作给他们表演，是我太不努力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大家以后可不可以别的对着我哇哦和 yes OK 了？哎呀，早就听说脱口秀爱冒犯人儿，果然我今天一到后台就被冒犯到了。
刚刚那个发型师一直在找发夹，不停地问我夹子呢，夹子呢。我什么意思呀？这个人也太唐突了吧！哎，又回到爱奇艺了。上次在这里参加的还是《青春有你》，那个时候天真姐也在，也和现在一样，我站在台上，你坐在台下。天真姐，我想，为什么不光我的青春有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的好贝贝。最近呢，一直在拜读天真姐的新书《去遇见》。这本书呢，真的非常的有深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但如果你是那种不爱看书，看2、3页就放下的人，我就更推荐你们看了，因为这本书的前2、3页是我写的序。总是有人说，现在的网络舆论环境越来越差了，但是对我来说呢，我怎么感觉大家好像都越来越喜欢我了，都在夸我，我都奇怪了，明明我从来都没有变过呀。前28年呢，大家都说我做作的不行，但是今年网友突然开始帮我解释，原来我这个不叫做作，我这叫搞抽象。谢谢21世纪善解人意的网友们和爱我的粉丝宝宝们，这件事情告诉我，只要你坚持做自己，总有一天观众们一定会见怪不怪的。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看中餐厅，还因为我在节目里帮小明哥拍写真，大家都说我是去达人觉得呢，在我的镜头里，所有人都可以美美的、帅帅的。来到节目组，他们就问我，那脱口秀演员也可以拍的美美的吗？不可以，是不可以拍啦，因为我今天刚好没带相机，然后昨天风太大了，然后我的手机也刮花了，今天在减肥，然后饿的手有点抖，可以放过我了吗？大家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来参加这个节目呢？因为有一天我收到了《青春有你》的制片人江斌先生的微信，他说只要我能来，必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就想起了3年前我艾特他的那条微博，心里想，莫不是那东西他又缺了吧？好吧，那我就姑且再信你一次吧。谁让我是人美心善的星星子呢？开玩笑啦，在我看来，脱口秀它有真诚又有温度，还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 lay back 的快乐。希望这次参赛的选手们能放松心情。如果你们紧张的话，可以看看坐在底下的我会给你们加油，但不会给你们加分的。好啦，不搞抽象了，我是虞书欣，娱乐圈中名列前茅的普普通通的小美女，谢谢大家。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因为我老公在家老看这个节目，自己一边看一边就在那儿嘎嘎乐，可以说结了婚之后很久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开心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婚后的生活，一切都会归于平淡。每天2个人就是坐在家里各玩各的手机，偶尔呢分享一些搞笑的节目片段。所以想要维持婚姻，不仅要有爱，还得有爱奇艺。我和郭麒麟合作过一部戏，叫《平凡之路》，我演了他的师傅，不是演于谦啊。我虽然不是女1号，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角色，那部戏。其实演员能碰到好的角色、好的剧本是很难的。如果剧本够好的话，我演女8号都行。如果剧本非常非常好，别说演他师傅了，让我演于谦也行。我曾经入选过全球最美100张面孔，这事儿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在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当过主持人。每一次被介绍总是加上漂亮、最美、最美主持人这些词，直到最近我才摆脱了这个标签，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因为今天来到这里，最美主持人的称号已经另有人选了。
前几天我刚刚过完生日，很多人问我，作为一个40+的女演员，会不会有角色受限的困扰？其实我感觉还好，因为我既可以当姐姐，又可以当老婆、妈咪、小姨，甚至在网上我还当上了老公。我知道中年女性有无限可能，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还有当上中年男性的可能。其实遇到中年危机并不可怕，有段时间我也感觉人生好像似乎卡住了。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去学点东西。所以去年我就去上了学。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开学一直哭，我就劝他，我说上学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你看妈妈都40岁了还上学呢。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这学要上到40岁啊！我听说杨蒙恩也要去留学了，学的还是导演对吧？节目组说你一开始想考纽约大学，但是后来呢，考了个纽约的大学。你不要灰心啊，我们不会用学校的名气来衡量你的才华。我很期待你学成归来，我们有机会合作。当演员就是这样的，机会再小也要争取。很多人觉得我英语说的还不错，问我是怎么学的。其实我真的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除了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上了新东方的英语课。那个时候新东方刚刚火起来，罗老师都还在教课，但是我阴错阳差就是没有上过他的课。不过没关系，他一会儿会给咱们上课的。最后我想要和选手们说的是，我知道比赛大家压力都非常的大，但是从人生的维度上来看，这不过只是一场比赛而已，放平心态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这就是我一个今天完全不用比赛的人给大家的建议。谢谢大家，我是猪猪。大家好，我是大鹏。把你们刚才那形容词儿再说一遍。上哪儿找的观众？我知道你们都在想，大鹏来能干什么？一个导演，我们不想看他宣传新电影，我们想看的是付航，是刘洋、刘仁成。巧了，我的新电影《长安的荔枝》，他们都在。我这么说啊，也没有利用他们要宣传的意思。想要宣传，我找刘德华、杨幂多好。巧了，他们也在。还有周星驰，他的喜剧精神与我们同在。我很崇拜星爷。10年前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邀请他客串。我带着《煎饼侠》的剧本去到了香港，我跟星爷说，能不能参与我的电影？星爷说，戴鹏，等一下，我这边也有一个剧本，叫《美人鱼》。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想这是要我演呢。我陪着星爷聊到了第6天，星爷说，戴鹏，你必须要走了。我说咋了，星爷？是哪儿不满意吗？星爷说，戴鹏，再不走，港澳通行证要过期了。我抓紧时间赶紧问吧。我说星爷，你到底想让我演哪个角色？美人还是鱼？星爷这一次没有叫我戴鹏，他陷入了沉默。我当时就明白了，星爷其实根本就没打算让我演，他想让我倒。最后他也没好意思说出口。煎饼侠也没来客串，但我始终记得我们俩要合作这个事儿，所以我一接到这个节目的邀请，我就来了。我不想再等了，我单方面宣布，这个节目就是我跟星爷第一次合作。爱咋咋地。
合作了，星爷合作了。我很喜欢我和星爷合作的这个节目，选手我都认识。有一次我逛商场，我还遇到大老王了。虽然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我认识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我说：“你是大老王吗？我也是个明星。”大老王当时说：“您这个‘也’字啊，让我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您是谁，但咱俩可以加个微信。”我说：“太好了，那下次有演出的票，记得帮我留2张付航的。”付航是真红啊！我这么说没有说大老王不红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后来通过大老王推的微信，付航、刘洋、刘仁成，这也都演上了我的新电影。有人好奇，他们红了以后会不会飘？飘不飘我不好说，反正有一次在拍摄的现场，观众们看见演员了，观众们很热情，在那喊“刘天王，刘天王”。刘洋和刘仁成同时站起来挥手致意，把身后的刘德华挡得严严实实。你们也都看到这个局面了，录到今天，2位刘天王。留那头去了。在这里，电影要上映了，我也想跟3位参与了的老弟打个预防针。其实最后成片里啊，你们每个人的戏份都减掉了一点儿。问题是他们也就拍了一点儿。但作为导演，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说电影拍得很精彩，时长有限，这个时候是剪掉刘德华的戏呢，还是剪掉付航的戏呢？刘德华。我相信每个导演都会剪掉刘仁成的。我就知道。开个玩笑啊，大家最后还是在电影里能看到他们的，如果眼神足够好。拍的时候也非常投入。付航在电影里演一个岭南荔枝园的保安，有官兵要来砍伐这片荔枝林，付航不干了，说要誓死保卫，说跟树有很深厚的情感。后来还主动要求加一场打戏，啊，说要不然人物不完整。你们要问打得狠不狠呢？反正那场戏是那部电影付航的最后一个镜头，人物倒是完整了，人无完人嘛。打完以后我说打得很好，咱们能不能再保一条？付航，差不多得了。大碗凉面啊！我赶紧安慰他呀，我说虽然你的戏份不多，但是你回去可以跟亲戚朋友说呀，咱们这部电影这么多的明星，主打一个付航。我可以证明啊，演技非常扛打，真不是来宣传咱们电影的。我一直觉得让人开心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所以呢，我是来给各位了不起的人加油的。大老王，在，加油，好吧？哎，虽然这次没演上我的新电影，但周星驰也没演上啊。在我心里，你就是星爷一般的存在。谢谢大家，我是大鹏。大家好，我是范志毅。这真的啊，我真是搞不懂，这个为什么又让我来讲脱口秀？这14亿人里面就凑不出一个能会说脱口秀的嘉宾了吗？怎么又把我找回来了？
不是来过了吗？他们说不是那个节目了，怎么不是？王建国、杨笠都在。哦，转会了。啊，原来的荣誉都拿到了，该拿的都拿了，跑爱奇艺来捞钱了。听说你们4个0-4给人干了。竞技脱口秀，我跟你说，就像足球场一样，很残酷的。他们说安慰安慰，我有时候在想，我怎么安慰你们？不行就退了算了。年龄大了，状态也不行了，就可以跟我一样。不，足球也有可以学的地方。哎，下来搞搞青训，对吧？搞搞俱乐部，培养一些年轻人，完了带着他们冲出爱奇艺，走向腾飞。真的，我看你们比赛搞得蛮好的嘛，还从相声那儿找了几个外援，我认识，从德甲来的德云社甲级联赛嘛，德甲那是相声的打法，讲究团队配合。阎鹤祥在那边就没人跟你配合吗？哦，你搭档坐上面了，当裁判了。哎，你们一定要注意啊，阎鹤祥，他跟裁判可不一般，裁判说啥他都捧啊，捧惯了。他原来啊挣钱还分给裁判呢，是吧？这次新人还蛮强的，也正常，就是每个行业里面都有一些顶尖的啊。大家知道吧？去年有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哎呦，你可以的，《繁花》里面有个新人很厉害的，谁？哎呦，不，我蛮欣赏他的。这第一部戏就拿奖，年度跨界奖，这不是吹的吧？这年度跨界奖很难拿的。你告诉我，这胡歌、唐嫣能拿吗？他没有这个资格。说白了，我这个剧本来不想接的，我又不是这个行当的，到时候给人家添乱，我都不知道怎么弄法了。所以《繁花》剧组找到我，我就拒绝了。我说我不会演戏的。对面说范老师，我们了解你，你能演。我说等会儿，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我一个踢球的，不搞假的，从来不演戏。不要演，我早就进去了。没有进去别的剧组了。但人家很有诚意啊，人家一直邀请我。王导后来来了，人家真的不愧是大家，蛮会说话的啊。说，范老师这个角色呢，跟你性格很像，脾气很火爆，爱骂人。你不用演，做自己就可以。我就问他，那时候我可以说脏话吗？不可以。那我怎么做我自己呢？所以这个角色不好演的，它是有层次的。王导选中我，那个眼光真是不得了，知道吗？肯定是吃了京都念慈庵叶黄素之软糖，眼镜不干涉，拍人就是准。大家都知道王导要求很高的，一个镜头来来回回不拍个几十遍。大哥，你是知道的，王家卫导演。是。我跟你说，我拍的时候从来没有超过6条，因为什么知道吗？台词少。哎呦，我就看着那些专业演员，哎呦，20-30条都不过，着急啊！我都想冲上去指导一下，但我一想不行。外行指导内行不行，这在我原先的老本行里啊，我就见过，行不通啊。真的，我后来在想，做什么总归要有什么样子，玩要有玩相，做要有做相。大家知道我拍那个武哈拍综艺，最开始的时候去，哎呦，飞行嘉宾，但我努力表现啊。
后来就常驻了。这个真的不小，我进了首发阵容了。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就是怕我表现太好了，这个节目非要把我留下来当常驻。我很忙的，我通告很多的，我是没有时间的。这个月也就20、21、22 3天有时间。那你们听懂了吧，导演？最后啊，我得说一下，大家今天既然是来比赛的，我就觉得首先是好好比，尽全力。节目说，哎，鼓励鼓励这些年轻的选手。要我说啊，这些鼓励的话说了都白说。说完以后啊，你能赢到好了，啊，关键还得靠自己。我觉得，啊，如果说是要鼓励的话，我肯定不会先鼓励你们，肯定不会鼓励你们，我先鼓励国足去了。我说了，我去了啊。谢谢大家，我是范 Z。好，大家好，我是《甄嬛传》的男一号罗永浩。《甄嬛传》启动3年，我们6、7个亿的债基本上全部还完了。本来这次想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结篇，结果一不小心又欠了6个多亿，所以现在总的债务呢已经变成了13个多亿，将近14个亿。14个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个很傻的想法，仰望星空，心想，如果14亿中国人，每个人给我1块钱，我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们的我不知道，我的已经知道了，14个亿也就刚好还清债务，啥也没剩。所以最近我经常仰望星空，又在想，如果14亿的中国人，每个人给我2块钱，那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有人说你欠了那么多钱，睡得着吗？我经常也会失眠，但是我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数我的债务，1个亿、2个亿、3个亿，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倍儿精神，伸个懒腰，推开窗户，哎呀，又是债务满满的一天。特别给力。网上很多人恶心我说这胖子欠了满满1屁股债，他们关注的是恶心我和债，我关注的却是屁股的中文用法。比如说屁股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量词。作为量词的屁股有一个神奇的特点，就是它不叠加。一个满满1屁股债的人，不管再欠多少钱，他还是1屁股债，不会变成2屁股债。也就是说，1屁股债加1屁股债还是1屁股债，这太神奇了。如果我欠了6、7个亿的债，再加6、7个亿的债，还是6、7个亿的债，那就帅了。我欠债以后呢，发现讨厌我的人特别开心。我一想，不行，我一定要出来高高兴兴讲脱口秀，让那些喜欢我的人也开心。这是我作为老一辈喜剧工作者一个崇高的理念，就是说，不管你喜欢我还讨厌我，我都要让你开心，我都要强行给你送去欢乐。喜剧之王嘛。罗马的凯撒大帝，除了会打仗，也是一个朴素的文字工作者。他写过一句非常朴素的名言，非常有力量，叫做“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特别帅。所以我就想，我折腾完了《甄嬛传》，我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折腾，至少我的墓碑上可以刻上这样一句朴实的话：我来了，我欠债了，我还了。好，到现在为止，这13个多亿的总债务还了多少呢？好，这13个亿的总债务，我们已经还了8.24亿。这是我的身高和8.24亿钞票摆在一起的样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比例。有人说不对，我一眼看出毛病了。按你这个比例，钞票墙的面积也太小了吧，至少差了几千倍。好，你说的非常对，这些钞票的摆放不是一张一张的，是一捆一捆的，所以这个图片里每一张钞票的背后都是34万块钱，不是100块钱。如果把这些钱平摊到地上，能铺满13个足球场。好，说到足球，我们就好好说说中国足球。
好，我是开玩笑的啊，其实中国足球挺好的。我们做这个喷绘的时候，上海的打印店里都在传说那个叫罗永浩的疯了，因为还不上钱，他开始自己印了。好，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还债，请关心我们的朋友放心。希望下一次来讲脱口秀的时候，给大家献上的是《甄嬛传》第2季的大结局完结篇，而不是《甄嬛传》第3季。但是，如果你们实在想看《甄嬛传》的第3季，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我又创业做了一个新的公司，所以呢，完全有可能。这些年，在我创业最艰辛，然后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是周星驰老师的喜剧，当然还有建国、杨笠、庞博、蒋龙、周老板他们的喜剧作品，帮助我扛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向这些了不起的喜剧人表示我的感谢。好，最后我想说的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但人生的悲剧，终归还是要靠喜剧来化解的。好，谢谢大家。我是被误会成悲剧之王的喜剧演员罗永浩，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峥。电影《逆行人生》正在暑期档热映，希望大家到影院支持，谢谢谢谢。啊，不是喜剧片啊，是现实主义电影，啊，现实主义电影有笑有泪的啊。好，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谢谢。啊，这个是主要任务啊，接下来就是次要任务。次要任务呢，来到这个舞台上非常高兴啊，看见很多熟悉的老面孔、新朋友啊，看到很多青年演员呢，我是很有感慨，就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我当年一样，是有激情、有梦想、有刘海儿啊。对，现在刘海儿我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你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但是我呢，再也回不去昨天了啊！如果能回去的话，就变成逆行人生了啊！不好意思，又宣传了，对不起，不说了啊！我其实跟在座的各位演员一样，都是从剧场里面走出来的啊，从小就在剧场里面演戏。啊，每当放学了以后呢，我就骑车到这个剧场，然后在剧场的后台做作业，这真的是在那儿写作业。然后轮到我上场了，我就去演出了啊。然后回来一看就很奇怪，就作业也不见了，然后老师批的卷子也不见了，啊，对，我跟老师也是这么演的啊。老师每次就看着我说：“来演，你接着演，你接着演啊，你演的这么好的戏，给我一个人看可惜了，来把你爸妈都叫来啊。”然后我妈就来了，我妈来了说：“怎么还撒谎呢？你跟谁学的？”我说：“我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的。”然后那天我的脸上掌声雷动，我说：“妈，你别鼓掌了，我脸都肿了啊。”做喜剧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标准。那小的时候呢，我在排话剧的时候，因为一个调度、一个走位啊，跟我们老师吵起来了。他呢坚持让我那么走，而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么走啊。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艺术是有真理的，真理就掌握在安福路第一小学3年2班文艺小队长徐峥的手里面。就是老师觉得我不讲道理，但是我觉得我得讲真理。我们两个吵得不可开交。那现在想一想，其实呢，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我牢牢地记住了，因为老师罚我抄300遍。今天看到很多新人挑战老演员，我确实很感慨，毕竟这些老演员我都很熟悉啊，像周奇墨啊、庞博啊、杨笠啊、王建国啊。这王建国，我每次在电视上、在电影上，我看到李雪琴，我都会想起王建国。就不知道王建国现在在干什么呀？他还好吗？啊，对。其实做演员是很容易被新人打败的，因为观众永远需要看到新面孔，需要看到新鲜的血液。你看那个贾冰啊，他长得虽然比我老，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他新鲜，老新鲜了。来这个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喜剧之王这4个字
喜剧之王》呢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周星驰拍的，大家都知道哈。你想想看，那个电影的结局，最后尹天仇他没有拍成他的电影，没有当成电影的男主角，最后还是回到剧场里面了，去演雷雨去了。那个场景其实非常感动的啊。所以呢，有一天如果大家真的成为了喜剧之王，希望各位不要忘记回到剧场。当然，没有成为喜剧之王也不要伤心，因为你们会更快的回到剧场。咱们剧场见，谢谢大家，我是徐峥。大家好，我是许昕。等一会儿再说啊。非常开心呢，作为奥运冠军参加这么小型的赛事啊，真的没想到接档奥运会比赛的啊是你们这个。哎呀，不过你们这比赛啊确实好，没有几十亿的观众啊，也没有十几亿的支持者，比的也很轻松啊。看的人呢也不紧张，是不是啊？而且比到现在呢，冠军是谁也挺明确的了。我现在就敢半场开香槟，这个冠军肯定是中国人。而且你们的这个赛制啊，可比奥运会大方多了啊！赛程没过半，已经有金牌选手了。然后呢还得比出谁更强啊！我明白了，这个赛制啊，参考我们乒乓球啊。就是你先拿奥运冠军啊，回来再打国内比赛，你国内拿冠军了啊，那个才叫真强。今年奥运会的这个热度很高，我在网上呢预测乒乓球啊，也确实沾了点热度，就连这个节目组啊也来找我了。找我时啊，我说我来不了这个脱口秀啊，两边这个节目啊我都看了，这东西太难了。他们说你可以啊，你全面。我说你可别说我全面啊，那还是罗老师更全面，人家两边节目可都上了。巴黎奥运会啊，我虽然没去参赛，但我心在那边啊，我得在直播间摆阵为他们加油啊，是不是大家都看了？当时中国队比赛呢一度落后，但我摆完以后，赢了。我当然不是说我在这里边帮了多少大忙，主要是人家打得好。你要换个人来啊，换个王建国，我还摆啥阵呢？我直接摆烂了。我这么说啊，不是瞧不上建国，其实啊，他乒乓球水平真的挺高的。我俩这个打过一场，比分咬得很紧，那场比赛我非常侥幸的11-0赢了他。但是呢，国际赛事呢，我也打过别人11-0。我们换算一下，王建国国际赛事水准。相比其他乒乓球选手呢，我确实是这个挺能整活的啊，所以呢没少挨教练骂。网上都说军书12卷，卷卷有我名。大家都看过教练怎么骂我的吧？说我除了世界第1，啥也不是。你们听听，这骂得多难听！他骂我呢，我都不敢吱声，生怕一张嘴啊，我都笑出来了。队里呢确实挺严肃的，拿了冠军呢也都不敢笑，因为还有人被说整天嘻嘻哈哈等于自杀，你这样哪能留你啊？要是我说这儿就能留我，在这个节目不嘻嘻哈哈才等于自杀。有人呢说我打球风格很抽象，经常打着打着人就跑到这个3米以外了。大家看比赛很疑惑，说画面里就一个人打，是不是这个才叫单打？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外战胜率高呢？估计是对手研究我比赛录像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见我，摸不清我的这个打法风格。比赛完呢，这个记者还问我为什么离对手这么远，我说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只知道我一上了这个球场，我们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远。有很多球迷朋友说希望我回归这个奥运赛场，说30岁正是拼搏的年纪。但对我来说现在挺圆满了，世界冠军有了，奥运冠军也有了，可以把这个机会留给年轻人了。要不然一个冠军都没拿，就坐那儿指指点点的，那合适吗？对吧？王建国、杨丽
今天这个看到很多新人啊，让我想起我刚进国家队那会儿打选拔赛，第一次呢就跟王励勤打，当时呢心态很放松，他是世界第一，我是无名小卒，我觉得呢输了很正常，赢了赚，输了算，输了呢我当时还在央视露脸了呢，哎不好意思，最后我赢了。希望大家呢也能有这种赢了赚，输了算的心态。如果你们继续想听这种鼓励的事儿呢，我成功的例子还多着呢。听完是不是很想骂我？骂吧，没事儿，最好就骂那一句：许昕啊，你除了世界第一啊，啥也不是。大家好，我是马东。谢谢。嘿，站在录像现场从来没这么紧张过。第一，因为不会说脱口秀；第二，因为这不是爱奇艺吗？你懂啊？非常忐忑啊，因为你们都说去年我把一个节目给带到隔壁平台去了，是吧？所以今天回来呢，第一是为了赎罪，理解啊。第二，回家来看看，看看还能再带走点什么。说实话，很想念，真的。这2年来，我一直告诉自己说，马东，想家就回来看看，想加薪还是得跳槽。跳来跳去有用。你看我现在，我站在这儿，我现在身价都不一样了。今天往这儿一站，免费了吧？敢找人家要钱吗？我们今天现场有好多你们熟悉的人哈，有这么一位，他父亲是大家熟悉的相声演员，他本人呢从小就喜欢相声，不好好念书，就以为说相声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怎么都能说，后来发现没那么容易，就无论怎么努力，都很难超过他父亲。那怎么办啊？就干点别的呗。干什么呢？干综艺呗，是吧？当评委呗。自己没有喜剧作品，就坐在那儿点评别人的喜剧作品呗。我这么一说，你们就知道是谁了，是吧？这谁呀？就是我呗。这个场上就是我跟郭麒麟有这个共同的特点，所以我们俩有好多体会是共通的。我不懂脱口秀，但是这个场上我是懂郭麒麟的。郭麒麟现在真的很优秀，你看，演戏又演得好，然后情商又高，人又长得帅，多么优秀的年轻的老艺人。我觉得所有的演员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所有的喜剧演员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甚至所有从事笑的艺术的工作者都应该向郭麒麟学习。你说心里话，郭德纲是不是应该向你学习？原生家庭的痛我们都有。不敢说。大家看，杨天真真的是瘦了好多啊，我都认不出来你了。你看你，哦，你是侯佩岑哈。佩岑姐姐，我们是好朋友，今年特别棒，在浪姐那儿留下了好多高情商的名场面，我印象特深。她见着管乐的父母，一张嘴就是妈咪、爸爸，你们生了一个天使。你听听人家这情商。我不瞒你说，上一场我借了一充电宝，他也说我是天使。我觉得照这样下去，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人了，就是没有见过侯佩岑的人，因为只要见着他的，当场都成了天使。说回到天真哈，江湖上有好多谣言，
他们说天真姐姐暴瘦是因为失恋，怎么可能呢？我那么了解她，真的，我真的不能让他们这么诋毁你。凭什么一个女生暴瘦就是因为失恋啊？在我心里，你纯是因为生意失败，就是大码女装卖不动了嘛。我觉得咱事业女性是吧，要受伤，也受事业的伤。行，这边的人我都得罪光了已经。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节目，因为至少这个节目里的选手都还盼着我好。我们那节目里的选手关心我，主要体现在关心我什么时候生病。有一次我们马上就要录像了，土豆那个作品都一直没有准备好。录像前一天，我被隔离带走了。土豆得知以后啊，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的。吕岩说：“你笑什么呀？咱们明天就开演了。”土豆说：“这哪是明天开演，这个老登被带走了，这是老天开演。”他们都管我们那儿叫喜剧监狱，其实哪有什么监狱，就是上班嘛，对不对？每天演员也是来我们这儿上班，跟这一样写稿子，创排、熬夜。我有时候看着他们那么辛苦，我真心里不是滋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呀，我说你们这样真的太让人心疼了，要不然你们晚上加班的时候就别开空调了。”他们说热。我说嗨，就你们这作品质量，演着演着就凉了。其实我知道，在场的选手啊，都因为创作而感到焦虑和痛苦，然后老问说：“哎呀，我们怎么办呢？”你问我怎么办，这就叫活该。真的，因为是不？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之一了，每天在新鲜的创作。那如果你的作品在舞台上获得了观众的笑声和肯定，那是什么呀？也是活该。谢谢大家，我是马东。大家好，我是庞博，欢迎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是今年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我也没有想到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而且你知道，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你知道吗？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我进组那一天正好主演在杀青，非常感动，流着眼泪捧着花说：“哎呀，谢谢大家。”我说：“好，3、2、1，请锁票。”但是还是很开心，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呀！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我说闭嘴吧，闭嘴吧，真的，叫我庞叔。哎，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一会儿你们看吧，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挺有意思的。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我举个例子啊，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也叫奇异果。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叫爱奇艺国际版。哎，对，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谢谢佩森姐姐啊。它英文大家都知道吧？叫 kiwi 是吧？我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好不好？叫 kiwi。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S-I-R-I 就叫 Siri，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我每天就要，嘿 Siri， 请打开我的 WiFi，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 ，Time。
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你怎么看待这句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很神奇。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突然间就急眼了，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对吧？你看听着听着音乐剧，突然就站起来了，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要冒犯别人，首先你要有力量，对吧？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如果笑很有力量，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而不是战争的故事，对吧？《三国演义》就应该是诸葛亮3笑周瑜，诸葛亮笑死王朗，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王朗说：“完了，今天是要笑不活了。”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喜剧之王3国记。我想问大家，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是王朗的话。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我感觉到被冒犯，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在20年前，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非常火，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3体校，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叫3体吧。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是吧？小说《三体》，然后横空出世，然后3体吧就被3体的书迷占领了。所以理论上，北京市第3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3体人入侵的地球人。我觉得都可以想象，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对吧？搞什么？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真是。3体的书迷也很无辜，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刘慈欣说：“哦，主不在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要不你们去《流浪地球》吧，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当然冒犯。生不生气？当然生气。怎么办？没有办法。李白曾经说过：“如何呢？又能怎？”所以我觉得，不如笑一笑，不妨就笑一笑，对吧？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3体的书迷，咱们一起去弱智吧。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肯定会很欢迎我们。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哎，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happy 起来啊！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我要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3体校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叫《地狱笑话秀》。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开玩笑，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你想一想，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200-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干什么？今晚80后脱口秀吗？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当时大家有个群，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2个演员，跑不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手在哆嗦。黑灯跑得快。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你们知道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是吐槽小佳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小佳参加了奥运会，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
太神奇了，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克鲁斯主演，名字就叫《速度与激情》。你们知道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当时小佳在群里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当然啊，这不是小佳的原话，他的原话是：“这也太好笑了吧！”谢谢你们啊！你们笑了，你们鼓掌了，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哇，北京市第3体校，哇，太惨了，我要笑一笑。我是小佳的朋友，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观众真的太可爱了。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没有人笑的话，对吧？所以不如就笑一笑，对吧？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翟阳年，谢谢。哎呦，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平时最爱看的那个科技发布会，朋友们，就是每年的那个315晚会，你知道吗？315晚会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黑科技发布会，黑心棉、黑心肉啊！你知道普通的那种科技发布会已经给不了我惊喜了。你知道手机里每次什么多个摄像头啊，车里多个冰箱没有意思，但你告诉我我穿的内裤里有毒。一下就很惊喜，而且你知道315晚会啊，它从来不延迟满足我。你看，你买个手机啊，买个新能源汽车得预定半年到货，对吧？但他曝光那个黄焖鸡米饭用什么烂肉啊、发酸土豆片的时候，我是边吃黄焖鸡边看的。哎呀，吓得我当时立马站起来贴了贴一次性内裤，你知道吗？朋友们，真的，我当时看这个曝光的时候，已经吃了3个多月黄焖鸡了，没什么感觉。说明什么问题？朋友们，就人家黑心商家厨艺是真好，你发现没？那记者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强者不抱怨环境啊！你想想，他用最烂的肉、最酸的土豆片做出来的黄焖鸡，一点腥味、酸味都没有。西湖醋鱼啊！用最新鲜的鱼，最正宗的醋啊，做出来又酸又腥啊！我都替西湖醋鱼臊得慌，说实话。朋友们，你看《舌尖上中国》是中间停更7年了，315晚会可年年都有食品安全问题，我感觉得做一个《舌尖上315》了。就告诉那帮大厨，高端的厨艺往往只需要采用最肮脏的食材，你知道吗？朋友们，很多人提到食品安全，是不是会脑袋蹦来3个字预制菜？我喜欢预制菜，我是急性子。哇，现在菜上的是真快，很多商家那个为了证明它快，给你放个沙漏，对不对？我前2天去吃那个现烤活鱼，朋友们，那个烤鱼上的快到什么程度？比沙漏上的都快。刚点下单，鱼就端上来了，服务员感觉不对劲儿，才把沙漏拿上来。我点了3个菜：现烤活鱼、现烤羊排、现炒小龙虾。上的最慢的是可乐。哎呀，我第2天中午去吃的麦当劳。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快餐呢？我足足等了4分半呢。这要吃烤鱼，我都到厕所了。我跟你讲，
而且他第二点，预制菜有一个特点，我无法拒绝。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金牛座，这就导致我是拼某饭的饭圈的脑残粉。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吃拼某饭那个价格，4块9 25个饺子，4块9 25个，好评返现还返了我9毛啊！如果到店自取还能便宜1块钱，但我放弃了，因为共享单车要1块5，你知道吗？哎，朋友们，也就是说这份饺子的极限价格是3块钱25个。3块钱25个，朋友们，这个老板在我心里慷慨的都有点抠门了，咱还差那3块钱吗？白给我交个朋友不就完了吗？很多人说你不怕这里有什么瘦肉精吗？有什么我都接受它。真的，3块钱25个饺子，我包容他一切，吃出来头发算老板送我周边，你知道吗？哎，能看出来吧？我一点不担心食品安全。为什么？我有充足的理由啊！我小时候吃过苏丹红鸡肉，喝过3聚氰胺南酚。那句话怎么说？就是当你淋过暴雨之后啊，我都不打伞了，真的。我就不怕下雨。说实话，看见今年315曝光那个什么虾仁保水剂放多了，看的时候有点失望啊。那也不够劲儿啊，这玩意儿。那你看保水剂，它起码还算食品添加剂，让放。3聚氰胺苏丹红危险化工用品。苏丹红是做有机染料染色的，3聚氰胺是做装修板材用的。我这身体已经练出来了。就这么说，明天末日来了，我啃墙皮喝机油我都能活下去。你知道朋友们，苏丹红是代谢不了的吗？在我体内都20多年了，我现在体内苏丹红都立了个牌子，我在翟佳宁血液里很想你，你知道吗？哎呀妈，等了20多年了，等来个保水剂，保水剂副作用是什么？骨质疏松，废物，根本看不起他。包括去年曝光那个什么大爷大妈做酸菜时候用脚踩，他那脚都敢吃，我跟你讲。有人会觉得有点恶心，对吧？但你想想，起码大爷那个脚是纯天然的。你应该庆幸啊，大爷还没穿一次性袜子，你知道吗？我这身体已经被练出来了，我相信以后有大用处。将来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打地球，把我的遗体当武器，能把所有的外星人全劝退。所有的外星人被我身体干的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嘛。到时候啊，外星把我的身体遗体拿走去研究，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啊？化验我的身体里，哇，有这个苏丹红抗体、保水剂抗体、3聚氰胺抗体，哇，难怪这么厉害，这是个真三体人呐，这是个。再拿这个显微镜仔细放大我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上都写着一句话：杀不死我的，令我更强大啊！谢谢大家，我是阿德，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卓妍啊。其实翟佳宁跟谁 PK 都有点像在欺负人了，但除了我，因为大家说我是唯一一个看上去比翟佳宁更狠的人。我跟他 PK 算是以暴制暴。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了，但是我确实从小就被狠人包围，特别是小时候学校那些小混混觉得我长得太拽了，会来堵我，很无辜啊，长相是天生的，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我一出生就在罗马斗兽场。我是个很 peace 的人，我根本不想惹事。他们说你这么拽，你混哪的啊？我说我混2次元的。这也太惨了。他
他们觉得我更挑衅，我很害怕。但幸好我有一个哥哥，我小时候很崇拜我哥，他是一个真正的狠人。小小年纪就开始抽烟，怎么打怎么骂都不屈服。我妈放弃了，给他买了一份重疾险，受益人写的是我妈自己。就是如果我哥没事的话，我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如果我哥有事的话，我妈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母凭子贵吧。我哥还喜欢带着刀出门，然后旷课去 KTV。家里人不给他钱之后，他找了份兼职，挺适合他的，在 KTV 切果盘。所以我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我第一时间想到他。我问他怎么办，他跟我说很简单，你要么打赢他们，要么加入他们。但是你是我的亲妹妹，你不能加入别的帮派。我来教你怎么打。哎，我哥啊，是我认识打架最厉害的人了，他要教我打架，不直接来学校帮我打。我说哥怎么了？你要上课吗？还？他说你不懂，我不方便亲自出手，你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才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我都不知道在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我说在外面应该是警察多吧。都说你不懂了吧？那叫条子。其实我有怀疑过，我哥应该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血雨腥风，他可能只是跟风叛逆而已。因为当时很流行一个电影叫做《古惑仔》，我哥在学校组了个帮派，7个人结拜，有6个都说自己是陈浩南。就《古惑仔》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就是铜锣湾只能有1个浩南。我哥学校6个。我问他那还有一个是谁？他说是教父。我说不是同一个体系的吧？他还去纹了一个陈浩南的同款纹身，这么大一条过肩龙，纹了好几个小时啊！我用圆珠笔给他。他还不敢在家里纹，大夏天中午拉着我上楼顶。当时阳光晒在他身上，晨光握在我手里。热的2个人都不耐烦，他一直催我好了没呀，好了没呀？我说，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很会打，但肯定是不太会教哈，因为他采用的教学方式居然是实战训练。老大哥亲自跟我打，哎呦，毫无保留啊！毕生所学全使在我身上。我哥没把我当外人，也没把我当人。训练频率也是看我哥心情哈，一般是2天1练，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就1天2练，蛮有趣的。其实因为他会放着音乐来打嘛，就我很容易能掌握他出招的节奏，就是那首歌一到重音他就会出拳，我按节奏躲就行了。跟玩劲舞团一样的。但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一首歌，就是《霍元甲》。这首歌重音太多了，太密集了。嚯，半个8拍出了8拳。唱 K 的时候，别人一点这首歌，我都想哭。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啊，这首你也能哭吗？我说你不懂，太痛了。后来我离开家了嘛，上大学，我哥留在家学吉他，因为他看到摇滚歌手在演唱会上砸吉他，他觉得太帅了。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不喜欢弹，就喜欢砸，喜欢的是打击乐。但家里没这个条件，不可能砸锅卖铁给他砸木头吧，他总得去挣钱。
有一次回家，我妈说：“她说你有空去看看你哥吧。”我说：“哪个监狱？”她说：“监什么狱啊？你哥去了亲子餐厅上班。”哎，我很好奇，我就去看了。他给一个我爸那年纪的人打下手嘛，又通过明厨亮灶那个监控，我看见那个人一直指着我哥骂。哎，你别说啊，亲子餐厅配上辱骂，感觉还挺像一个家。不同的是，以前我哥肯定会顶嘴甚至还手，但现在他只是一直在和面，不停和。嚯！监控是只有画面的嘛，辱骂声是直接从厨房里传出来，挺难受，因为声画不同步。心酸，肯定心酸，但也庆幸吧，因为我以为他迟早会进局子，结果进了个饭店。就感觉命运的齿轮卡了一下，刚好卡在了饭点。那喜欢玩刀，在厨房里工作；喜欢当大哥，在亲子餐厅，有的是人喊他大哥哥。也不用担心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现在外面骑手多。我觉得我哥变得有点陌生了，但其实还是很熟悉。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哎，我看到那个人骂你的时候，我真的很紧张。”总觉得你随时会给他一拳。我哥说你不懂，我不方便出手。面团好粘手，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谢谢。哎呀，节目都看了吗？好不好看？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那节目播出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我都有看，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有。有一些很多啊，有很爱我的，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我非常开心。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有骂我的。我一天在家里，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读私信。哎，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我就在那读，我说嘻哈。你没有教养，你说话声音太大，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我爸从书房冲出来，谁说你声音大？我都吓一跳，爸说你没有话筒，我都听不见。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真的。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就怎么说？我有多不像空姐，他就有多不像老师。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小时候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剪我的头发，我就还手嘛，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结果就请家长了。对方家长一来，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你怎么教育的？”我爸说：“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对方家长直接说：“剪你女儿头发，她又不痛。”我爸在说：“谁说不痛？她头发都死了，你看不见吗？”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抓着我剩下的发，你看，还有些没死透的还在哭。对方家长都惊呆了，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听说你还是老师，你怎么教育的他？”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走出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就进来了，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对那个家长说：“哈哈，5点半了，老子下班了。”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哎，真的很酷，对吧？当时对方家长说：“你燃什么？”我爸说：“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反正他也不会痛。”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我说我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
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我实在没有办法，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爸爸回家一开门，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热泪盈眶。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的笑了。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他艰难的爬起来，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 你知道吗？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对我张开双臂说：“过来，不要怕。”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1秒钟之后，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对我爸说：“快点，抓住了，来！”但真的，尽管我那么调皮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他们也很支持，也很开心。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没有跟我说。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我都吓到了。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不敢说话，那个时候我刚飞，我太小了，我就回到工作间。起飞之后，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我送到他手里，转身还没有走2步，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他喝了一口，他说：“啊，好甜呐！”天哪，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焙茶。啊！我爸一拿着就啊，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3重焙火，口口生香。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哎呀，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真的。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但我这个性格，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他都会认为是我，也不听我解释，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我就特别不喜欢他。有一次他考试，我就故意交白卷，我想气死他。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我不敢，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子上说：“滚过来！”我当时就跪下了，我一边跪一边滚，就前滚翻。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我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气老师，再也不跪交白纸，再也不骗人了。”因为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我爸低头看着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你，我不怪你，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你委屈，我都理解你。”我当时抬头盯着他，那么理解我，为什么让我滚呢？我不理解。我爸说：“呵呵，不理解是吧？我叫什么？”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我说：“你叫什么？”他说：“站起来，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我说：“李学军，木子李，学习的学，军人的军。”我爸说：“来，过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我一过去，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李学车。我爸说：“我学车，我学什么车？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兔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学敞篷车。”啊！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滚进去，把我的名字抄100遍。我当时就很不服嘛，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后来那天加起来，我一共抄了400遍。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就跟我爸爸聊天嘛，就开始聊，就说：“叔叔，其实你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哪里好了？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
我朋友听完，当时在旁边就说嗓门确实挺大的。其实这次来之前，我压力也蛮大嘛，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加上又是半决赛。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你好好讲，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有我和妈妈，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我说：“爸爸，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我爸当时说：“当然啦，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谢谢爸爸，谢谢大家，我是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大。没有，我就不是南大，我是北大。大家好，我叫谢谢。我第一赛段在这个舞台上讲了自己的高中，河北衡水第一中学。节目刚播，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说删了。他说你这样说你的母校是非常恶劣的。我没弄明白，怎么就母校了？啊，我母校不是北大吗？就这个高中班主任，他虽然也是老师，但他和嘻哈爸爸完全不同。他是嘻哈爸爸的反义词，爸爸哈西。比到半决赛，大家都疯了。你们今天回家路上就会突然脑子里蹦出来，爸爸哈西。但其实我们河北学生从小就会为了考进衡中刻苦努力，可以说是吃得苦中苦，方吃苦中苦中苦。我们从初中管的就很严，甚至会管发型，当时要求男生要剃寸头，长度不超过9毫米。女生运动短发，长度不能过耳。每天一放学，那个场面就是一群猕猴桃混着爱探险的朵拉出来了。我们老师猕猴桃李满天下，还有爱探险的小朵拉。老师说，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合格，老师当场拿个理发推子就给剃了。就嘻哈爸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我们老师上班是老师，而且是理发师。他既是 teacher 也是 barber。但其实这是高中3500词里面的。整个过程，我们年级主任会在旁边监督，发型总监。老师说这是为了提升学习成绩，我没明白。哦，9毫米就能上北大，1厘米就上不了。头发失之毫厘，成绩差之千里。我看这教室墙上挂着那个牛顿的画像，顶多是个中专。剃头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从命令。老师让你剃头剃就完了，老师让你学习学就完了，老师让你考衡中考不上就完了。我当时很努力地考进了衡中，然后发现每个教室会安装很多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我们。就当时老师开班会还在说呢，勇敢做自己，生活没那么多观众。就他们那个监控强度，可能是没什么观众，全是私生饭。在衡中那几年都跟明星共情了，特别希望老师们关注我的作品，远离我的生活。那些摄像头高清到什么程度？那天我们班长在本上写了一句“垃圾学校”，全校通报批评。后来查出来了，他写的是“创造无垃圾学校”，橡皮挡住了几个字儿。我写的是“垃圾学校”。当时是寄宿制的，所以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不会，我之前在家都不叠被子，我那个被子可以说是豆腐脑。而且我们当时也没有时间每天叠被子，
就会准备2床被子，一个盖，一个叠成豆腐块，放在那儿应付检查，叫样被。样被，不样盖。但是其实老师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是样被，他们不管，因为这样也算通过了测试。就在老师眼里，我这个被子哪怕是样被，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糊弄糊弄呢，我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我有时候都感觉没必要找个借口啊，剃头发、叠被子，怪麻烦的。干脆老师直接推门进来问我们，服不服？我们说服了，服了。那效果是一样的。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很听话，我没去过网吧，只上过微机课。小时候朋友叫我去网吧，我说不了不了，没带鞋套。但我高考结束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所有的规矩都消失了。我这种服从惯了，反而有点迷茫。没有人给我发号施令，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感觉自己像一个那种 AI 助手，只听得懂指令，不然我就服务器繁忙。那段时间你要求我帮忙，就不如要求我帮忙。你跟我说能不能借我200呀？谢谢，就不如你给我转200。我那段时间就不太适应自由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可以留长头发，也可以不叠被子。我那天甚至鼓足勇气玩了1晚上手机，没事儿。我都有点崩溃了，我说这还有人管没人管了？啊？没人管我造反了，我要做最叛逆的事儿，我对这个世界大声地说我去网吧。我现在喜欢单口喜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种事情。我刚入行的时候上了一个资深演员的大师课，他在课上说单口喜剧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解构权威。第2天，就有学员在台上骂他。我觉得这太酷了，我现在开始学会对这种行为说不。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我没回他。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我觉得老不回他实在不太礼貌，就把他微信删了。高中班主任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没有微信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束缚，除了法律，应该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因为节目组说不能超过7分钟。谢谢大家。大道说乐。哎，朋友们好，朋友们好，真的，节目播了看了吗？我录节目录2年了啊，上一期播出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段子，弹幕上还有人在问，他怎么来的月经啊？一个男的。哎，怎么光看得见我的美式前字，看不见我的少女心事？好了。我真的我少女心事太多了，我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也没有上过北大，但是我有一个真的不怎么让我省心的妈妈。我18岁刚刚出来毕业工作的时候，就赶上了我妈妈第1次车祸。不用紧张，她活得很好哈，因为后面还有第2次、第3次，也不用紧张，她到现在也活得很好。我之前一度也就思考过我妈妈是不是去碰瓷的，我后来发现她就是单纯的运气不好。我妈这个人就那几年经常被车撞，就是一个红颜车祸水，你知道吧？第1次是被汽车撞的，第2次是电瓶车，第3次是自行车。我妈妈现在走到路上要小心一点，滑板车，而且3次都是意外，甚至都是她走在斑马线上被撞的。我都在想，什么意外能来3次？就遇上孙悟空的白骨精，半夜起来开门的诸葛亮，孟母的家，大禹的门，成都市双流区张女士本人。我还去找人给我妈算过命，真的，那个算命的他说我妈跟路不合，那是我第1次不信命的时候啊。我说那不然让我妈一大把年纪了去当空姐啊。她第1次出车祸的时候腿撞骨折了，我当时赶到医院，隔着病房的毛玻璃，我就看见我妈病床前站着一黑一白2个人。
我当时以为我妈要走了，我看清楚过后，我才发现是医生和肇事司机。当时把我气的，我都想直接冲进去骂那个司机。我想说你眼睛瞎了呀！结果我冲进去过后，他们跟我说是我妈没看红绿灯。但是那句话已经顶到嗓子眼儿了，我还是大喊：“我说你眼睛瞎了呀，妈！”而且我18岁啊，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我就想问他一个重点的问题，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撞到他的？那个司机就说：“我这么一开，你妈就这么一飞。”我说：“哦，是这么当的空姐哈，是。”而且司机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看着我当年留了一个蘑菇头，就长得有点像金龟子哈。他说：“你还是去找个你们家能管事儿的男人来谈吧，我跟你一个小女孩都聊不着。”我说：“没有，我全家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怕小女孩干什么是吧？你怕什么怕？怕我节奏火辣，怕医院太大，怕我太会还价。我们 CDC 就是这样子哈。而且我们家当时真的很穷，我那一年在成都的春熙路上卖衣服，我妈比我好一点，她在一个大厂里面当保洁。我们都是为了生活一心向前冲，就像斑马线上我的妈妈一模一样。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缠着司机硬要钱，他留个电话号码就要走。我当时凭一个女孩的直觉，我觉得电话号码说换就要换。我说能不能加个你的 QQ？ 因为我觉得 QQ 比电话号码重要嘛，谁会舍得说换就换？你挂等级太难了。我一看他 QQ 3个太阳，我心想这把稳了。而且都到过年了，他还在拖欠医药费。但18岁的我办法多的是，因为我这么聪明的宝宝，从小就爱喝飞鹤奶粉。聪明的小脑瓜瞬间就来灵感了，还得是飞鹤。不得不说，这个 QQ 真的加的太对了。我发现他的单位就藏在他的相册，我直接去空间里面给他留言，我说你有钱充黄钻，没钱给我妈。你都多久没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他同事就在下面给他回复说：“你玩的挺大呀。”啊！你私生女都会发说了啊！第2天他就到医院里面来把钱给交上了，该说不说挺有诚意的，把他老婆也一块带来了，你知道吗？但我没有想到过，我妈妈出车祸这个事儿真的像刮刮乐一样，刮开一次，里面写着再来一次。但他第2次被电瓶车撞的时候，我已经20岁了，心态上成熟了很多。春熙路就是这么磨练人哈。我当时早就已经是我们家里的顶梁墩了，而且我有了前车祸之鉴嘛，我就发现啊，穷人简直太好被打发了。我这一次要拿回属于我的所有，坚决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家既没男人又没钱。这还好，我从小就在想办法，老子办法多的是。我直接去剃了一个板寸。谢谢，你的板寸是学校给你剃的，我的板寸是社会给我剃的。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金龟子了，我是当年的韩红。我直接去超市里面买了一包最好的烟，我到了医院见着司机，我就开始拆烟，给他递烟，压着嗓子问他，我说：“就你撞了我们家太太。”司机直接被我镇住了，他说：“对不起，老爷。”一直给我道歉，我就带着他去交钱。当时感觉一切都像2年前一模一样，连我妈被撞的那条路都还是在天府大道。太离奇了，韩红老师听了都要忍不住感叹一句说：“这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我妈一看医院里面钱也交上了，太太乐了。但是等这一切都结束过后，我还要骑着我的电瓶车去上班嘛。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雨水就顺着我的板寸往下流，都辣到我的眼睛了。当时我就知道，人还是应该留美式前刺。还淋湿了我的那包软中华。我当时边骑车想哭又不敢哭，因为我必须看清楚了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行人。这个钱不能从哪儿拿的就花在哪儿，对吧？就那几年，邻居老是看见我把我妈抬着进进出出的。
我们家的日子呢又越过越好，就总感觉我们是在做什么局，你知道吗？我妈妈的车祸越出越多，我的头发就越剪越短，我肩膀也越长越宽。但确实那几年没有什么人敢欺负我们，我后来也就慢慢习惯留短头发了。我现在之所以敢站在舞台上讲王悦纯女的，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短头发来保护我自己了。我现在已经有麦克风了，而且学会扛事儿就要付出代价。你看麦克风为了扛事儿都留的光头。我跟我妈说过，我想写她出车祸的事儿，她说写呀写呀，我这辈子简直太好笑了。因为在我妈那儿，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我感觉我妈妈前半生真的很传奇，她被撞了3次，居然只是完好微损，简直是我心里面的神奇女侠。我现在甚至都觉得，人一辈子不出车祸才是意外，每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才是奇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悦。哎呀，你们真是对着我喊好帅，那儿有庞博，要不你们看看。录节目确实变化挺多，能感受到大家很热情。然后我去年为录节目，然后还搬来了上海住，然后就会经常被问说你是哪里人，我每次都很难回答，因为我这个身世很复杂。就是我爷爷奶奶好像是江苏的，我姥姥姥爷是河南人，然后他们是逃难去的东北。我小时候在黑龙江长大的，上初中我爸妈又带我去珠海上学，但因为珠海房价很贵，我们就住在隔壁中山。我自己上大学去广州待了7、8年，现在在上海工作生活，我脱口秀俱乐部迁在杭州。感觉我这辈子就在流浪。别人问我说你哪里人，我说我吉普赛人。然后我爸妈当时刚去珠海，就是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生意贼差。因为他们为了省钱，开在了一个偏僻的巷子里面，完全没人。我妈说没事儿，这附近有一家中学，等开学了肯定很多学生来吃。但没有学生来我家吃饭，都在我家门口玩闹。这又不是春晚小品，闹着闹着，哎，饺子，别闹了，咱们帮阿姨包饺子。然后我上大学之后就去了广州，然后毕业之后住广州那种城中村，那种城中村的房子就是楼间距很密啊，24小时见不到太阳。你在亚热带可以感受到极夜，一个东亚家庭北欧风。就这房子中介还能吹呢，说这屋啊，以前人科住过，眼前虽然黑，但前途一片光明。推门进去那是个群租房，我说这怎么人科走了，里面还有5条人呀？哎，城中村的房子家电家具也都贼破，那破空调不好使，广州热的只能睡那种竹子凉席，每天早上起来一身美拉德反应。还有我家那破洗衣机，每次一开它就想逃跑，真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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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下楼拿个快递，他都快跑到门口了。我每次要用它，就只能按着它跟它一起震。我有一次震着震着跟那个洗衣机共情了，我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家，咱俩一起跑吧。我也想住在有阳台的地方。然后，而且你租房，你就算住得好，也没有什么安全感。我之前有个房子，应该住了2年多，然后我房东是一个河北大哥，他突然跟我说，他要把这个房子卖了，要回石家庄养老。我说那我咋办？他说那你要买吗？我说那我能小刀你一下吗？那段时间临时找房就贼难受，也没啥办法，每天发泄情绪。只能靠听那种很燥的摇滚乐，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然后来了上海之后，就感觉压力更大吧。你真的很难留在上海吧？那房价都10几万1平。我第一次看到上海房价，我都觉得这房子是用现金盖的吗？
就人都钢筋混凝土，上海用美金人民币，就拿一沓一沓的现金砌墙，刷墙直接用黄金，墙一掉皮就给房东打电话说，哎，这美元跟黄金怎么脱钩了呢？这人民币怎么一直往下掉啊？有点疯了啊，就是。我有朋友劝我说：“你年纪轻轻，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努力挣钱，买房落户，成为一个新上海人。”我说：“哎，我奋斗的最高目标居然是消灭自己的身份，杀死那个黑龙江人。我觉得你哪怕是移民的美籍华人，都还是个华人。你落户上海，新上海人，我都宁可你叫我户籍黑人。”而且我发现你这个身份、地方其实都可以换，但你这个胃没法换。就是我在上海最难受的时候，我最想吃的就还是东北菜，但我是以上海的物价吃东北菜，我图个啥呢？你在东北10块钱3个菜，在上海30块钱吃一韭菜盒子。我发给我妈，我妈说：“儿子，这是用啥韭菜包的呀？”我说：“用我包的。”新上海韭菜。然后我改这篇稿的时候，他们还问我说：“于翔宇，你这篇是不是想表达一种诗意的乡愁？”我说：“啥乡愁呀？我要愁的事儿多了去了。你说户口、搬家、预制菜，哇，乡愁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情感。我现在看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说李白，你有阳台？你这个新长安人，谢谢你们，吴洋宇。我这回不比赛，不比赛是因为我这次想来表演。因为我如果比赛的话，我到不了这个赛段。但是其实还是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参加比赛，是因为今年在备赛的时候，我媳妇儿怀孕了。对。然后那个这也给灯啊。然后那个我这个能力啊，确实没法参加这种激烈的比赛，然后在一边照顾我太太。然后我说我就别来了。但是我是这个节目的粉丝，我参加过，我能做的就是陪着我媳妇儿在家一块儿看这个节目。就我跟你们说，我媳妇儿啊，真的没看过脱口秀。她看第1期的时候，她嘎嘎的乐，就乐得在我们家沙发上打滚儿，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就是一个孕早期的人，他跟你说他乐得肚子疼，你瘆得慌，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家里，就是吓得我浑身发冷。就我感觉我当时我就像一个企鹅一样，就我希望喜丹就别那么可乐。哎呀，你们节目也看了，就是看到后边的时候，我太太有一点激动看这个节目，就真的给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夜里3点给我建档那个妇产科打电话，我说那个我太太孕早期，她现在有点激动，有点不舒服，然后接电话是一护士。护士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看那个房主任。然后护士说你要挂房主任号，你直接给房主任打。然后他这个时候我太太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以后，她跟我说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她说阎鹤祥，这个节目我看了11个演员了，你去年怎么进的前10？我说我也是喜剧，我是相声演员。他说就是因为我听过你的相声，你怎么进前10？然后我就瞬间觉得，就我刚一当爹，就我在这个节目就没有位置了，就我瞬间就没有爹位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就冲这个话，我说我一定来这个节目，我得演一场，我得证明一下，啊。然后我来这节目以后，我跟导演组说，我先找房主任。然后导演说为啥？我说我挂他号了。然后我见着房主任，我说房主任，我说你那个第1期节目我看了，非常不错。
但是啊，以我去年在这个节目叱咤风云的经验啊，你后期储备也是个问题。但是你记住，人终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最后没有那么理想，不是房主任不能战胜他们，是房主任不能战胜房主任，防不胜防嘛，是吧？然后房主任说：“严老师，您爹味儿又回来了。”然后房主任他说了他出走的决心啊，其实我去年也是有这方面的表达，但是我必须得回去，因为我社保确实在相声界的。但是你们就真的不知道这一年，就是相声界都对我做了什么，就是他们逼我在相声园子说脱口秀。我说好，可以。我说给我一个手麦，他说主持人还得用呢。我说你把边上这麦拿走，他说于谦还得用呢。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我们的封箱的开场原来是耍狮子的，现在是我的脱口秀。就耍狮子是3个人10分钟，我1个人5分钟，就降本增效，真的。然后大家对你那个状态真的是杨小香来说脱口秀，就说你的对指点，说完我们给你指点指点，你要说的不好，我们就对你指指点点。然后我离开封箱以后，我又去了好多卫视，我跟他们说我想说相声，然后他们找来庞博跟我说了个相声。我说我离脱口秀能不能稍微远一点？然后我去春晚，我演了个 sketch。然后现在我在喜剧界有一个外号，我叫3姓家奴。就是你从你的对指点回去以后，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类。但是我这1年，我反复又想再沟通这2个行业。我见到一个相声演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脱口秀真的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吗？”我说：“第一，他们真的让更多的女孩上台讲笑话了。我说第二，他们真的不许用别人的段子。我说第三，他们的行业的明星应该是那个最可乐的人。我说第四，就是你长成刘仁成那样，只要你有作品，你也是流量。但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又咔咔咔，我又跑到脱口秀这边。我说我跟你们说啊，相声它也是一个内容驱动的东西，大褂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形式。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夫以外，没有人一定拿大褂当工作服。然后我们也不靠衣服的这个材质来区分我们的等级。我说那个是圣斗士。我说我们也不靠这个衣服的颜色论资排辈儿，我那个是葫芦娃呀。依然很纠结，就是我去年在这个节目舞台上的一些不适，包括我今年回去以后的一些不适，你发现你找不到一些自己的共情的点，就直到有一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虐待福寿螺的视频，这就是我。这种不适是因为把你当成了入侵的物种。我被他们非法引进，恶意放生，做成解压节目发到网上。然后后来想，我对跟入侵物种是有什么共性吗？我又看了好多，我看了小龙虾、罗非鱼，我还看了牛蛙，我确实都很肥美，这就是。但后来觉得我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入侵物种最大的威胁，它危害当地的物种多样性。但是我觉得我丰富了这个舞台的表达多样性。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舞台最大的魅力是它有如此丰富的表达，且容下了那么多的表达多样性。就像你们现在
又听了一个没有那么多炸梗的相声一样。但其实都不重要，我说的没有那么可乐，是为了让我媳妇儿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歇一会儿。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非常开心看大家。哎呀，今年确实不一样了，红了现在。以前节目都是我 Q 嘉宾，今年都2个嘉宾 Q 我了，流量竟是我自己。啊，这进半决赛很不容易，想跟大家讲点心里话，聊点我自己想讲的话题。我爱吃饭。绝对不开玩笑。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美食家。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哆啦 A 梦，我觉得他是最热爱美食、最纯粹的，因为他不用吃饭，但他天天吃饭。我关心的就只有吃饭而已。所以说实话，现在生活没有什么动力，我的能力已经完全覆盖我的欲望了。我现在每个月轻轻松松月入20万，大卡。毫无压力，我对生活要求真的很低，真的每天只要能吃2碗猪脚饭，我就很开心了。2碗都不让吃，好歹是个明星啊！所以现在有时候真的就是压力太大了，我就真的很想逃离北上广，我想去龙江，猪脚饭的故乡，定居下来。从那天起，只关心猪脚和酸菜，面朝大碗，春暖花开。我真的太喜欢龙江了，我太喜欢龙江了。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黑龙江的人。不是说于香雨哈，这个梗确实非常幽默。圈节目结束之后，说实话，我以为以我这个表现和我这个条件，我关于美食的节目我应该接到手软。每天一出门，陈小青就抱着我的大腿，跟我说：“小刘别走啊，舌尖上的中国没你不行啊。”我说：“不行啊，小青，霆锋那边还等着我去风味人间呢。”这时候黄磊走了过来，都别跟我抢。没有刘仁成，我将不再向往生活。一个都没有发生，一个节目广告都没有接到，甚至前2天有一个快餐品牌，他点名要一个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该轮到我了，我相当权威。你们知道我这辈子吃了多少汉堡吗？谁能跟我比？也就毛豆可以一战。结果最后我俩双双落选。品牌方他选择了一位帅哥，他选了张俊。我认为甚至不是帅哥，那是。张俊，他懂汉堡吗？他知道巨无霸跟不速之霸的区别吗？他知道吮指原味鸡有几种吗？他知道什么是布里欧修面包坯吗？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巨无霸是3个面包片加2个肉饼有蔬菜，不速之霸是2个面包片2个肉饼2个香肠没有蔬菜。吮指原味鸡有5种，最好吃的是鸡三角。布里欧修面包坯的特点是黄油含量超50%，口感绵密细腻，味道香甜醇厚。这些事儿张俊他知道吗？你们也别怪我情绪激动，他触碰到我的逆鳞了。而且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张俊他打开他的蛋白粉，发现是我代言的，你看他都不崩溃。哎，
可是最后品牌方还是给了我解释，他说没有选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快餐品牌，他们不能找胖子。可能是我学历低吧，我听不懂。这有什么关系吗？但我还是不敢提他们的品牌，因为确实太大了，我也怕收律师函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们，现在每次路过他们的门口，我都感觉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丑。我真的很难过。我们胖子门窗，一家都是卖门的。这个节目真的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吗？以后进不了卖门的门了，挺难过。好像很久没有在那种美食广告中看到一个小胖子了。现在什么广告都是那些帅哥美女，他们看起来就不爱吃饭。在2025年，3年6班的李子明同学，喝不到他妈妈给的牛奶了，他妈让他减肥，喝点无糖可乐。其实细心的朋友能发现，这里特别值得去插入一个商务，但他也没有选我。但没事儿，我相信只要我讲得好，观众朋友们会选我。我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这种吃饭的爱就没那么纯粹了。我感觉好像是从热量可以被精准的计算开始，大家都太在乎、太谨慎，有点魔怔了。你们有没有跟这种人吃过饭？就是他跟他吃饭，他就要计算每一口的热量，每一个口。吃个饭那里30大卡、50大卡、40大卡，吃个饭我以为上国道了，全是大卡。我家人就跟朋友吃饭，他更过分，他还没有吃就在那算热量，因为他做数学题让他算来算去，算得我都崩溃。我说哥哥你别算了，这是烧烤，这不是高考，别算了，这道题就跟我做，姐，再来10串。我在这里说啊，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他说，哎，蒜是碳水，蒜也有热量，让我来算算蒜的热量。吃一晚上就吃2根花菜。我说你爱咋算咋算吧，一会儿 AA。网上有人说，他说人生就是每天整个2000卡的热量去维持身体机能。其实我不同意。我觉得数字是冷冰冰的，哪怕是在形容热量，在我心里吃饭是个很浪漫的事儿。有一次我心情很差，我突然特别想吃那个顺德鱼生，我立马坐飞机去了广州，坐高铁到顺德，出了高铁站打车去店里面。没一会儿鱼生上来了，但不能吃，得拌上新鲜的葱丝、姜丝、芋头丝，撒上花生跟芝麻，挤上几滴柠檬汁，再浇上一圈花生油。一口下去，鱼肉的鲜甜，蔬菜的清爽，花生跟芝麻的香，柠檬汁的酸，混合着油酒的香气在口腔中迸发出来。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不快跟疲惫都被扫掉了。也是那一刻，我明白，我在我以后的人生里面，我不应该注意那些琐碎的痛苦，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吃好每一顿饭。想到这里，我对着面前说了一句：“余生。”请多指教。大家好，我是梁成。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这2年主要在外地念书，跟老家家人朋友聊天，主要靠发微信。但我发现微信这个软件其实很容易让我变得敷衍，就是朋友转我视频，我肯定不看，哪怕我本来就在看视频，我只会先等1个小时，然后说好好好好好。他说这是我偶像进监狱了，但他发的是语音，我也懒得听，我说笑死。线上有点敷衍，线下也不是很擅长社交。大学有空去讲一讲脱口秀，大一那年省吃俭用攒了1500块钱，瞒着家里去成都打了一场比赛，
朋友们，这是场豪赌，因为如果赢了，我就能用奖金买机票回上海。比赛结果怎么说呢？上海30个小时绿皮硬座也能回。我上车的时候其实感觉还好，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只要有手机玩，熬30个小时不是问题。上车之后才发现，这辆车有座但没有插座。说实话，我宁愿它只有插座。手机没电之后，我才意识到平时坐高铁还是有点太矫情了。有人外放视频，我就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但那天，我说这个声音我怎么听不听呢？我发现我其实挺喜欢跟人一起看视频的，烂片我也看。我感觉烂片可能就适合在绿皮放，无聊的人看无聊的片儿。上海堡垒只在绿皮，豆瓣至少9.9。绿皮书能拿奥斯卡，就是因为叫绿皮。我觉得人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才容易看东西感到开心，觉得好玩。我现在特别理解录节目为什么要做得紧，还要收手机，以为自己踏上了通往快乐的列车，殊不知这是一班绿皮儿。但手机陆续都会没电，车厢里会进入真正的无聊。我发现人在真正无聊的时候，平时你觉得奇怪、不合时宜的人和对话也会显得很有趣，甚至有点期待。我当时对面也是一个大学生，印象很深刻。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这要在微信上，我立马拉黑他。但当时在绿皮上，我说：“可乐还有这种功能呢？”闲着闲着，你展开说说。这里的对话就是完全不敷衍，甚至有点冒昧，但没人在乎。周围人的家乡籍贯、情感经历我一清二楚。我甚至知道一个大哥有扁平足。我当时觉得，如果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一辆绿皮上，根本成不了悬案。警察上车随便问个人：“你知道谁干的吗？”我知道。他刚才太无聊了，自己告诉我。在这里聊天，只要足够久，你总会说几句平时不好意思说的真心话。我觉得现在很多虚伪的社交场合，如果在这里办会好很多。比如面试，待6个小时，来面试的 HR 都说实话了。对不起，我学历造假。没关系，其实我们周末也上班，依然般配。只要你说真心话，一定有人真心听，也不用担心没有话聊，因为每一个新站总会有一些新人上车。我们会和他一起看电影，直到他的手机没电。然后我就想怎么再跟他开启一段新的对话，怎么说比较好呢？我说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我发现这句话在车上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只要他听完没有骂你，就算通过好友申请了。我越想越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开场白啊，因为它足够纯粹。你听别的你好，打扰一下冒昧，你都感觉很得体，但下句他就要有求于你。而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一听就知道，他都没打算见你第2回，纯聊天。就这样一直做到终点。我说要不加个微信吧，也算最了解彼此的人了。到家之后给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哈哈哈哈哈，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有一个也不是很擅长社交的朋友，听了这段经历还挺高兴的。大2那年回老家，他也做了一班绿皮。上车之后就给我发了张照片，说陈明飞你个大傻帽，你看这是什么？我点开一看，我说插座。这种脏东西是怎么出现在绿皮上的？上网查了一下，说2024年开始陆续开始给这种绿皮车加装插座了。我说那以后烂片谁来看？可乐的秘密也要失传了。其实我知道加装插座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让我们更快乐，但还是有点遗憾，就失去了一个社交的世外桃源。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啊。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当时没有什么钱，很穷。首先是吃饭得解决。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最实惠的饭馆。我跟回工地了。
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啊，很穷啊，很穷。我来上海的第一站就去了财神庙啊，财神庙还收门票。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只能空手拜。别人在那香火一柱，保佑年入千万，一切顺利，他就走了。我偷他的香，我接好运，哎呦，太好笑了！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然后就想当保安。真的。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不是，这有什么可哇的呢？不是，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其实我也一样，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我突然说一句自由而无用。他说什么玩意儿？我说没事，我们学校校训。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当保安王子，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被迪士尼拒绝了。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我说我会唱 Let It Go 也不行吗？他说，面试就非常痛快啊，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坐过牢吗？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他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我脑袋也是一抽，我跟他说，我可以学。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非常开心啊。正美呢，被门口保安拿下了。他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过来当保安。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就不能说是校友吗？我当上保安，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啊。我当时就发懵，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队长说这个是停车啊，这个是左转啊，这个是倒车。教完之后，他开始训话。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校园内他不让停车。我说那刚才教啥呢？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你就去。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啊，我不知道得去哪儿，我就问队长，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儿，网吧没有，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其实我们巡逻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啊，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啊，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也就是说，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我每天就在那找活，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非常激动，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我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活干了。但是让我非常羞愧的是，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我都有点急了。我说这是我的活啊，你学去呀！你不学我也不学，那复旦开它干啥呀？学生真的太善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跑过来一个男生，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让我赶紧处理一下。啊，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但我也必须得站岗。我就跟他说，那你当一会儿保安。我把帽子给他戴上，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交接仪式完成了。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大爷在那睡觉，我
我又回学校啊，我离远一看，那个学生站的比我精神多了，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我说干的还挺好，换回来吧。他没让我进，他说我没有校园卡。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就是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我不能替他念书，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对吧？你们想，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你可以问他。啊，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我说去。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也没有人可以说话，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我给大家念一下。晚上下班了，保安都去钓鱼了，都在河边站一排，河很安全，鱼很危险。我没地方去，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当时很晚了，我路过河边，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我们也不认识。他问我要大鱼不，我说不要了，我自己都没地方待，他就给放了。他说做大鱼真好，自由。哎呀，其实也没啥用。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他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说完我就去网吧了。好，讲到这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唐湘玉。今年确实是有进步了啊，有成长了，居然让我来压轴了。啊，还行。其实我这一季呢，没怎么讲家里的事儿，毕竟家里人也改过自新了，不敢上热搜。我三姨还写了封信拍给我，特别感人，那纸上甚至有斑驳的泪痕，这转变也太大了。我拿到手才发现，哦，那是油，我吃饭的时候写的，啊，谢谢三姨给我加油。人是改变了，但家里条件没怎么改善。就有亲戚问我了，你也有出息了，咋不帮衬家里呀？你没结婚没孩子的，钱都花到哪儿了？我说花到女人身上了。什么女人？我这个自私的坏女人。太自私了，去年狠狠奢侈了一把，我开始整租了。我相中了一个3层老洋房的阁楼，也不便宜的哈，比祥子那个好多了。我有阳台，但去了之后才知道，那个房东阿姨住在楼下，要求特别多，问了我学历、年龄、工作，又问我几个人住。我说我单身，一个人住。她说那可不一定，谈了朋友，谁知道会带什么人回来住？我说那不会，一个阁楼有什么脸带人回来住？我带个1.8米的，头都没法抬，一抬头顶梁柱。而且他得先让我住，我才能证明我不会带人回来住，不然就是一个薛定谔的问题了。但我不敢再犟了，我怕他以为薛定谔也要过来住。我特别想说，阿姨，我真不喜欢和别人住，如果有可能，我都希望你也别在这里住。他说，哎，就是怕租给了不三不四的。我哪里不三不四的？我人五人六的。我都没说我做脱口秀的，那不得把他吓死呀！反正就是各种挑你，什么一个外地小姑娘不稳定，咱也不知道要多稳定。我在这阁楼里住一辈子吗？就不出阁了吗？而
在里边考公务员呀。那以后别人出问题叫塌房，我叫内阁下台。最后我放弃了，我没有租，因为我发现他没有老伴儿，我怕他带老头回来住。回来路上啊，虽然还是特别的生气，但同时心里又很羡慕这个阿姨。那人家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就是硬气啊，就是没素质。我从小其实就很渴望这样能当家做主。我们家逢年过节祭祖的时候，有一个最高仪式感，打纸钱，就是用一张100块钱的现金在火纸上这么印几下，意思是这个纸就是钱了，再烧给祖宗。这个一直都是我爸来印的，因为我爸是一家之主嘛。但有一次我爸没在家，我妈就急坏了，那咋办呢？祖宗还等着还花呗呢。别失信了。我说那就我来印嘛，坚决不行。他说你爸印的才算数，这叫什么话？我印的就是假币吗？什么叫我爸印的才算数？银行印的才算数啊！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哎，让我弟来印的。我弟当时才6岁啊，承受了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20以内减减法还没学会，一晚上印了100多万。但其实我也参与了，我拿了一张5毛的，偷偷印点零钱，我怕祖宗花的时候破不开。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孙子想到啊。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弟也是一家之主，我特别羡慕，我也想有这个能力，我就开始锻炼自己，越不让干啥我越干啥，不让我上香，我就在房间里自己点，反正这房子也不是我的。不让我上坟，我就给别人家的坟磕头。也算是磕到了，磕到了。我那会儿一放学就往坟地里跑，磕到老李家的时候还被发现了，被人发现的啊，被人发现了，把李家人气坏了。你自己家没有吗？显得你孝顺呀啊！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能当上一家之主，我把户口本都翻出来了，哇，更迷惑了。我堂堂嫡长女，居然在最后一页，我何曾当过倒数第一啊？我爸解释了说，哎，你以后要嫁人嘛，户口会迁出去，放最后一页方便。我直接抽出来了，我自己拿着更方便。我爸说你要造反呀，听听这个用词，谁还分得清他和皇太极？我说我没有，我只想多儿滚。我后来真去问了哈，我能不能当户主啊？说可以，但这房子得是你的，这不巧了吗？他就不可能是我的。旁边有个大哥就建议我了，那你可以让父母过户给你呀。真是个好建议。我咋没想到呢？我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们要是给我过户，我还用开户；长公主要是能登基，还用夺嫡呀？不夺了，我自己买了。对，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不光是一位美女。也将是全村第一位女一家之主。简称大女主。虽然没有买在大城市啊，但还是很高兴的。我当天就去做了一本家谱，以后从我这里单开，我给我自己当太奶。重生之太奶竟是我自己。没有后代也不要紧，反正我早早的学会了印纸钱，也提前磕了很多头，打好关系了。别的不敢说，老李家肯定管我。好，来，谢谢，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大家好，很巧啊，我家也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
我就养不起他，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他，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是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啦。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理压力很大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她，我心想，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真的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克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他美卓奥，它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5天看到99%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他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她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这是你的游戏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输了，你去亲你爸，快去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明明父慈子孝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那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大家好，我叫史岩，参加这个节目挺开心，
真人秀导演跟我说呢，让我给他拍点生活 vlog， 他要剪片子里头。我说这个生活 vlog 最近可能是拍不了，我们家最近冷战呢，没人给我拍。他可高兴了，他说太好了，你让你老公给咱拍点冷战的 vlog 吧。冷战的vlog，知道啥叫冷战吗？谁先说话谁就输了。我这把宁可节目输了，我也不能输给他呀。这个是冷战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更吓人。我们现在说一次话，我感觉我就少点啥，少个器官，有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跟他说，我说帮我找一下眼镜。他说你没长眼睛吗？我说老公，帮我给手机充一下电呗。他说你是不是没有手？哎，多爷们儿，我喜欢这种。然后有的时候在单位被领导批评了，我就回家跟他诉诉苦。他说你没长脑袋呀。真的，他要这么说我就不爱听。我要是没长脑袋的话，我眼镜往哪儿挂呀？我回手我就给他来一个嘴巴子。他说你打我干啥？我说你脸上有个蚊子。他说有蚊子你就给他轰走呗。我说主要也不是想轰蚊子，主要是想告诉你我有手。他说那你还挺有脑子呢。是我第二天我就给我们家蚊子都给杀一遍，我怕蚊子落我脸上。我可真有脑子。但是有脑子也整不明白孩子。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小孩，今年10岁了，这是跟你们说，搁外头我都告诉人家8岁。我特别害怕，就是别人通过我儿子的年龄，完反过来推算我的年龄。哎，我怎么回事？我就突然感觉自己，我说我们家孩子突然之间这么大了呢，啊，自己都有点接受不了。其实刚才跟你们也没说实话，其实12了。哎呀，咋这么大了呢？这么大个孩子，真的当家长这些年净上当了。前一阵有一个兴趣班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最近新招了一个老师，30多年教龄，让我去试听。我去听了一下，我说你这个不止30年吧，你这个最起码得有80年教龄了，比我说话还慢呢。我说你说话这么慢，一堂课能讲几个知识点呢？我这2年咋骗钱的我不知道啊。孩子还是应该少上点兴趣班，多看点书。我就给他买了几本作文书，这作文书前边讲的可好了，翻开作业给我吓一跳。他说请你和莫言比一比，看看谁的描写更生动吧。我儿子还能跟莫言比，咋的？我儿子是余华呀，余华也不能同意呀。再说了，我也不能同意。余华都60多了，我这个我12我都嫌大。而且你跟现在的小孩沟通也很费劲，现在的小孩满脑子都是互联网思维。前2天我儿子跟我说，他说妈妈能不能上闲鱼上给我收一本写完的暑假作业呀？我说孩子，闲鱼上都是没写的。他说那正好把我这挂上，我这没写。然后有的时候也挺担心他早恋的问题嘛，我就侧面的问一问，我说孩子，你们班有没有那种小孩有男朋友或者是有女朋友的？他说妈妈基本上都有了。我就特别紧张，我说哎呀，我说孩子，那你有吗？他说我没有，我是一个孤儿。我都不知道他是明白还是不明白。而且你培养小男孩是吧，你还得给他听点英雄的故事，培养他这个男子汉的气概。
所以我之前就给他听点那个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单田芳你们知道吗？讲评书的一个评书大师。要不知道的话更好，就千万别让孩子听了。我现在都不太敢回家了。我一推开门，我说孩子，妈妈回来了。哇呀呀呀呀呀！妈妈来得好。我说孩子，你那个作业写完没？妈妈给检查检查。妈妈拿命来！我说我咋睡不着觉呢？总想要我的命。我现在天天晚上感觉有人要害我，总想要我命。我看他是真想当孤儿，但是想当孤儿也挺好，最起码这个事儿我老公可以参与一下了。我有的时候就特别不平衡，我说为啥带孩子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呢？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为啥就耍我自己呀？他说因为你是他妈呀，为母则刚。我说那你呢？啊，我为富不仁。真的，我有的时候就在想，我说真人秀什么时候能介入一下我的婚姻呢？啊，就邀请这些摄像的大哥上我们家也去架几个摄像机去，那样的话，我老公在镜头前边多少能呈现一些他的优点。完了，万一哪天他要是表现不好的话，我就给他淘汰，我换一个男嘉宾。讲到这儿吧，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我很喜欢这期主题啊，因为我小时候真的跟星爷一样问过我爸这个问题：爸，不上班行不行啊？因为我家是做铝合金门窗的嘛，所有的活都在家里面干，真的很吵。从小我就知道居家办公的坏处，影响家里人心情，导致我很小就很有道德压力，看着我爸这么辛苦的干活，不帮忙吧，于心不忍；帮忙吧，真不想帮。哪有小孩8岁就喜欢打螺丝的呀？先天流水线剩铁。导致8岁的我这样跟中年男人一样，放学了之后不回家，就找个小公园坐着，什么都不干，叹气。旁边中年人看着很奇怪，小朋友你怎么了？我说哎，跟你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说什么经啊？我说铝合金。我家工作真的很辛苦，大概7、8年前吧，我在家干活的时候，当时是特别热的天气，跟最近差不多，特别热。我家接了个活，去装栏杆，我当时不太愿意接，太热了。我说你在哪装啊？他说18楼顶，给我气坏了。这么热的天，18楼顶，怎么嫌我离太阳不够近呐？39度的天，18楼顶装栏杆，你什么人呢你？那老板说我可以出2000块钱的高温费。哦，原来是个慷慨的人。那是我人生中最热的一回，毫不夸张，大太阳在头顶上炙烤，滚烫的风从下往上袭来。2016年那个夏天，我明白了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真的，我这辈子跟我爸没有那么熟过。工作很辛苦，但辛苦也是有意义的。我家很早就买了车，那个车大家也很熟悉，大家可以猜一下，给你们一个提示。哦，有朋友猜到了，对，就是电3轮。小时候我跟你们一样失望，真的，因为这个小孩很难喜欢那个东西。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看到我爸骑电3轮来接我。就你们可能听过一句话，已经很流行，说宁愿坐在宝马车里面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你看，话都说这么难听了，他都不好意思拿电3轮举例。坐在电3轮上哭笑不得。有一回我记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偷偷把我们家轮胎气儿给放了。我心想这明天总不能来接我了吧？没有用，还是来了。电3轮太稳定了，2个轮胎有气儿就够了。那天我爸就这么歪歪扭扭把我送回了家，哇，真是弄巧成拙。那天之后，同学们都传我把电3轮压塌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很幼稚。我小时候对我们电三轮这种嫌弃是没有道理的。电三轮什么都没有做错，他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比普通电瓶车多一个轮子而已。多一轮怎么了？我现在就想多一轮。能多一轮是一轮，3轮不够，我要2个3轮，我要走6轮。但随我数学之后嘛，我也得去骑电三轮送货。长大不一样，很快就坦然接受这个事实。我发现其实我还挺喜欢骑电三轮的，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气质就像骑电三轮的。就在路边随便辆电三轮，只要我坐上去，你就感觉那是我的车。大家一定不要小瞧电三轮，我给大家安利一下，姐妹们，真的非常好。电三轮真的很不错，很棒的。电三轮特别能装货，就市面上所有号称自己空间大的 SUV， 都比不过电三轮。SUV 你空间再大，那也是有极限的。电三轮，只要你敢往上叠，天空才是你的极限。大家不要小瞧电三轮，现在真的很火，不仅在中国很火，在美国都很火。所以美国人特别喜欢骑电三轮，很多美国人现在只会3句中文：你好，谢谢，倒车请注意。我记得后来有一次我骑电三轮送货，那天装的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多到什么地步呢？就那个货物已经多到，如果我不坐上去，整个车头就会被翘起来。只有我坐上去，才勉强保持平衡。结果我骑着又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上桥了。没过2秒就起飞了，给我吓坏了。我200多斤体重啊，第一次摆脱重力的束缚，怎么这里是风口，我也能飞起来？所以今天讲这么多，大家能发现我的目的了。我想代言电三轮，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哦。就咱们今天的评委吴镇宇老师，他这么好的演员，演过《无间道》，演过那个倪永孝，天天在电影里面演杀手。你们知道他最近代言什么了吗？纱窗，闯入了我的赛道，要跟我分蛋糕。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我发现我确实错怪吴镇宇老师了。他那玩意儿我代言不了，他代言的是防弹纱窗。太夸张了，吴镇宇老师，你这玩意儿比电三轮更适合销往美国。就今天能来这个舞台，我真的很开心。有很多朋友是坐高铁来的，坐飞机来的，只有我知道，我是我爸这么多年骑电三轮歪歪扭扭送过来的。早知道要这么久，我就不放那个气儿了。所以大家应该听出来，我今天这段表演，就是我送给电三轮的一首情诗。古有李白赠汪伦，今有小刘赠三轮。喜剧之王高100米，不及三轮赠我情。我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我爸骑着我带着电三轮来接我，那时候我不仅不会害怕，我还会亲他额头一下。我跟我爸说：“爸，别上班了，我养你啊！以后只要你想，你可以永远坐电三轮笑，只要你想，你就是倪永孝。”这家伙说的吧？